开始读信了啊！七夕故事专场后续。我的同事说有2封故事是后续，咱们先把这个连续剧续上，先把后续讲了，再读今天的专场故事，好吧？第1封是红茶拿铁的后续，大家还记得红茶拿铁的故事吗？还记得红茶拿铁的故事吗？还有多少人记得红茶拿铁？记得不记得？可能有新来的朋友不知道红茶拿铁是啥故事，我给你们先讲一下红茶拿铁是啥故事。我大概念一下当年那个信，你才能感受到那种，是吧？我最近超级困扰，这好早以前了。红茶拿铁应该是我们小卖部刚开张的时候刚来的信啊，2个月至少了。就是呢，我感觉一个同事喜欢我啊，他时不时给我带自己做的咖啡、酸奶、水果、零食，但他总是说，因为他也要喝，顺便给你做，巴拉巴拉巴拉，他就老给他带这些好吃的，然后呢说了一大堆，然后今天正好是我们公司组织春游，他说他做个红茶拿铁拿给我喝，当时我读到这儿，我就说这哥们是直的吗？就是有点。就是说我当时就是说，就是哪有这个是吧？当时就问哪有直男朋友在家能做红茶拿铁的呀？我在家我给自己冲一个这个茉莉茶咖，我就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了。他能给自己做红茶拿铁，还给你做，完了后面说还做了4份。他这个姑娘来信说也不知道另外2份是给谁的。我们当时小卖部就有了这个疑惑，想起来了吗？然后他就又开始说，不知道该不该表白，都是同事，以后见面尴尬，怎么样的。好了，现在来后续了啊，来后续了。红茶拿铁后续来了，没想到半夜听直播，还能有这么多朋友记得红茶拿铁。我来讲一下后面的故事。当时听直播自己的信被念出来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真的很可笑，一厢情愿。加上我又仔细想了想，平时拿铁哥真的喷香水爱健身，我就更怀疑可能真相就是大家猜的那样。但我还是有点控制不住的喜欢他，我也买了牛脆脆、奶脆脆、超干条给他吃。对了，他说牛脆脆真的很惊艳，很好吃。那就说明是吧？说明不了啥啊，接着往后看看，好长呀，这真的有后续了，看看是。其实后来我跟他基本每周5上下班都会一起逛超市，上班空的时候会聊聊天，他依然给我带吃喝喝的。我都有回他的，也有主动给他。我想起来了，朋友们，当时我读这封信，我们不光是说推断这个做红茶拿铁这个兄弟不一定是直的，还说这个姑娘你别老吃人家的，你也给人家带点，咋那么馋呢？天天吃人家的，还说人家为啥不来找你？你带点吃的，人家不来找你了吗？想起来了吧？所以他特意括弧跟我说，我都有回他的，也有主动给他啊。好，行。听进去了啊，谢谢。好的，端午的时候他说家里粽子太多了，给了我1箱，还让我给我舍友也带1箱。我们都是外地的，在公司住宿舍啊。我舍友拿到后就问你们俩什么情况，说他之前就看出来他喜欢我。哎呀，搞得我又有点动摇了。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我们公司一起出去外地搞活动期间，有一次他上车突然拿出一个刚买的布丁递给我。有直男买布丁吗？有直男买布丁吗，朋友们？我不知道，肯定有是吧？肯定是有，但是咱没那么绝对。我这么问你，可不是说直男就不买布丁，但是据我观察比较少，好吧？据我观察比较少啊。那肯定有嘛，那有肯定是有嘛，但是是吧？去外地搞活动，上车他突然拿出一个刚买的布丁给我。哎呀，我总是会为这种独一份的事情心动。他上次就是因为这个男孩做了4份红茶拿铁，他有点不高兴了。这回是单独给他买了1份布丁，他又高兴了啊。
晚上我们还一起出去逛个街散个步，很开心啊。上个月我工作有些调动，要去分公司上班了，他知道后就喊我一起吃个顿饭，但也没说什么特别的。周五最后一天在那边上班，他给我带个酒，说是送行酒。下午照常去逛个超市，回去之后我真的鼓足勇气给他发了一句我会想你的。我感觉这句话暗示的很明显了吧？未必啊。结果得到的回复是，这话怎么说的我好像要死了一样。确定了，我确定了，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们呢，姐妹们？心里有答案了吗，姐妹们？哎，这是吧？这还不确定？这确定了呀？这肯定确定了呀。女孩说我会想你的，男孩回了一句，这话怎么说的我好像要死了一样。我刚刚加了一点点演绎，确定了吗？咱们就算不确定，他肯定也已经拒绝了，是吧？就算没确定，他肯定也已经拒绝了，是吧？这拒绝的很明显了。哎，但是我这个月以来还是控制不住的想他。我走之后我们就没联系了，但我好像真的陷进去了。我总期待他会不会给我发消息，周五会不会等我回去叫我去逛超市。哇，你们一直在一起逛超市，结果什么都没有等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了，好难受。哎，祝小卖部生意红红火火，能一直开下去，陪伴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这还走不出来了，姐妹儿，你就直接问他行不行？我会想你的，不行啊，你得问他你会想我吗？你看看咋回。然后你再问他是哪种想，说兄弟，你到底是兄弟还是姐妹？咱们现在也不在一个地儿了，咱俩也不一起逛超市了，你给我句明话，兄弟还是姐妹？你到底是谁？我觉得问一下吧啊，咱们既然有后续了，你就问一下吧，你也没啥尴尬的，你俩现在又不在一起了，你去分公司上班了嘛，对吧？问问他啊。还有一封有后续的，这个前情提要是这样的。有个姐们儿，这个很近啊，发生在上次直播吧。有个姐们儿说她在这个，我看是她吧，对，就是那个健身房暗恋一个帅哥，完了呢，回自己的住处发现帅哥就紧挨着她住，就住对面，然后能通过窗户看到帅哥那个光膀子洗碗，记得吧？他推开窗户还说我在这边会看到你，你要不要把衣服穿上？有印象吧？然后我给他出主意，我说你在这个，他说他也马上要离开这个城市了，这姐们儿说怎么跟这个帅哥表白？怎么的？我说咱就是你就是在你不是挨着吗？你在你这边的这个，哎，我咋说的？然后我说你先在健身房带点吃的，带点牛脆的，带点超干条啊，带点这个蛋白棒，他不健身嘛，不光光健身嘛，你给他带点蛋白棒，然后先把微信加上。然后呢，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办公，他是工作室窗户上贴上过生日啊什么的，弄个小 party， 他不是在对面就能看着吗？然后你给他发个微信，你说我们今天什么什么同事过生日，要不要一起来玩？记得吧？我出个这么个主意，我看看他怎么的。他有个前情，他又来信了。但我用你的建议方法追求健身房帅哥后，我成功当上了小丑。上次投稿问你如何追他，你说首先至少要联系方式，并建议我在窗户上做文章。对呀，我画了一张卡通涂鸦，并配文嗨贴在了窗边，等了2日没有回应，也没看见他。你完全执行了我的 brief 了吗？我的 brief 下的不清晰吗？姐妹儿，你这不能怪我啊！我 brief 下的很清晰啊！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上次投稿问你如何追他，你说首先至少要联系方式，然后再在窗户上做文章。你可倒好，这 brief 下的这么清晰，你一执行就给我干成了。我画了一张卡通涂鸦，并配文嗨贴在窗边，等了2日没有回应，那怪谁？怪我 brief 下的不好。先要联系方式，你嗨什么呢？你跟谁嗨呢？嗨，你还嗨。还变成个小丑，那肯定呀！你就说说这个职场，你就说这个上班头晕不头晕？上班，我这 brief 我不是说下的清不清晰，他自己都复述了一遍，他自己都复述一遍，完了他执行的时候就给变成这样。
真的很头晕。为啥不爱上班呢？就一个人开个小卖部真挺好。你说说，这头晕不头晕？哎，后面还有这么长，后面肯定小丑呀！看看后面是怎么丑的。我今天突然壮起个胆子，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又画了一张卡通涂鸦，并写了联系方式，飞进了他的窗户啊！折成纸飞机飞进了他的窗户，折成纸飞机飞进了他的窗户。你给我搁这演电影呢是吧？你这太猛了吧！他意思把联系方式又画成涂鸦，然后弄了个纸飞机丢人窗户里去了。你们离得有这么近吗？就在我不安的期待中，我在凌晨收到了一条好友请求，粉红色的小熊小兔情侣头像，配文他有对象勿扰。真不能怪我啊，这就是 Brave 理解不清晰的下场，瞎执行乱执行。活该啊！先要联系方式根本不会这么尴尬啊！先要联系方式不会到这一步，你要联系方式那会儿不就知道人家有女朋友了吗？你看这会儿多尴尬，还是女朋友回的，他有对象勿扰，多尴尬呀！哎呀，你出个教程吧，你这纸飞机咋叠的？我叠纸飞机我都每次都没法这么精确吗？有点厉害了啊，这有点佩服你了。这纸飞机这是个技术啊！是的小黄花。出生那年就飘着，这首歌里有纸飞机吗？当当的荡秋千，记忆一起一直蔓延，一艘艘是个。这首歌里有没有纸飞机？为啥我想起了这首歌？这首歌里有没有纸飞机？有纸飞机的是哪首歌？没有吗？有一个有纸飞机啊。就是这首吧，那是咋着？故事的纸飞机，当初那年就飘着，不对呀、年的纸飞机，随记忆一起一直，不对呀、押不上韵啊，这平仄都不合啊。放一下，放不起啊，没有这么贵的东西啊。放一下，我这小卖部今年都白干了，赔不起啊！唱一唱无所谓了，没完呢。他这封信，这后面还那什么呢？我今年25，他还要介绍一下自己。上次意思都没介绍清楚自己是干啥的。我今年25，是个创业公司的小老板。我犹豫片刻，通过了这个女孩，女孩立刻给我发信息说：“你好，不好意思，她有对象。”人家没生气，还是很有礼貌的。并配上了我罪证的照片，我的纸飞机。我再一看这女孩的朋友圈，她讲话的方式，拍照的方式，我突然意识到，她俩可能才刚刚成年，就是这俩孩子年龄加起来可能没有我鞋码大。我没有回复女孩，但主要是想和你反馈一下。我朋友说，这建议确实可以，搞脱口秀的建议确实可以，搞出了一些喜剧效果。不搞脱口秀了，不搞脱口秀了，也有喜剧效果了。我们小卖部也有喜剧效果。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在这个故事里，男主角起到了一个健身教练的作用。因为前阵子为了见他，我1周7练，现在我的身材已经达到了人生巅峰。他还给我附了2张照片，给我看那个纸飞机的。他是有点绘画功底的，我给你们看一眼。他还给我看了一点。这画成这样也好意思往窗户上贴吗？画成这样，姐们儿，我是你这个画工这样，咱就别往窗户上贴了呗。我寻你画多好呢，你还给我搁这，你这画的跟我也差不多呀，就这还往窗户上贴呢。行，挺可爱，这个。没事，他有对象吧。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好，这个有后续的念光了，咱们看看今天的7夕投稿有啥。投稿
多年前的七夕，我一人下班回家，出地铁口遇见一个长得很帅的小哥哥，他手里拿着一朵玫瑰花向我走来。他一边走，我一边想是不是认错人了。环顾四周，没错，他就是在看我，面带微笑，慢慢走来，心想不会要有人对我搭讪了吧？正想着，小哥哥也正好走到我面前，礼貌地送出了他的花，并说你好。他说这么漂亮的携小姐姐买束漂亮的玫瑰花吧。他竟然是卖花的，搞笑女的一天。这没啥，这怎么了呢？这不挺好的吗？你看你这么多年还记得，美好的回忆啊，美好的回忆啊。但是我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长这么大我没见过卖花的帅哥，我街上卖花的不是小姑娘就是老奶奶，就是特小的小女孩和特老的老奶奶，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小帅哥。你们见过帅哥卖花吗？我跟这个上海的朋友们，巨富长一带有一个卖花的大姐，她现在看到我都不卖给我。我在上海，我在巨富长喝了少说10年吧，我在巨富长喝了这么多年，他已经就是他都不好意思的卖给我了。他看到我就是你又在喝，我说又在卖花，然后就加油。他已经不好意思了，他每次看到我就你又在喝，他已经帅哥都不想叫了。又是你啊！我说对，又是你。那大姐每次就是帅哥给美女买个花吧，大家都知道吧？就拿一包。他们的套路是这样的，帅哥给美女买个花吧。然后你说不用不买，说你们这给美女送一束吧，这么好。说我俩是朋友，不送。说那我送美女一束吧，拿着不收钱，知道吧？见过吧？都这套路，说拿着不收钱。然后那女孩也说不用那个大姐我们不用。你拿着送给你，今天七夕节送给你啊，送给你，你拿着不收钱。见过这套路吧？最后就只能给他点钱。我经常喝多了，我已经发生好几次，我经常喝多了就把他我说你今天还剩多少，他就都给我，然后我就都买了，然后就在酒吧就随便就在那就一丢。后来他见到我，他再也不好意思了。又是你，那玩意儿喝多了你根本控制不住，人家一劝你也确实觉得大半夜挺不容易的。有时候现在没有小朋友了，早几年在上海还有小女孩，那你看着更可怜，那你更受不了。我就准备接着读信了，朋友们，开始。想追一个又帅又高，但是又矮又懒又直的健身教练。啥又高又帅又高又矮又懒又直的健身教练？蛋总，我最近沉迷健身，沉迷于看我的教练，朋友都劝我清醒，教练只为了卖课，但他是真的一点都不卖课，也不出卖自己那蓝色资本，全靠他的专业和笑起来贼好看的脸让我花了钱。我也时刻提醒自己清醒，可是每次上课看到他真的好开心，健身都有动力了。但我变得不满足于此，我想直接拥有它。毕竟很多个下课的夜晚，送我走去地铁站并笑着跟我挥手告别的氛围实在是太让我心动。但是帅哥油盐不进，撩不动，且极其宅，课太多太累了，以至于每周1天的休息日说只想在家躺着。好不容易约他出来吃饭，他却说多带一个学员一起吃吧。他说连100万女网红约他都懒得出来。抱着这样的怀疑，我依旧没有放弃。每天上课他说的怀疑这个男孩的那个值不值，每天上课都盯着他的脸看，他应该有看出我的好感，但是假装不知道吧？还是真的不知道呀？我应该怎么做呢？你还要怎么做？没戏啊！你还要怎么做？没什么可做的了，你已经没什么可做的，能做的不多。买点蛋白棒吧，你看买蛋白棒有用吗？跟他多点话题。
反正出来吃饭也带学员，你买点大麦棒，俩人一起在那个健身房啃点大麦棒，不也挺好吗？是不是？怀疑你是添油加醋，他能这么聊天吗？这么聊天的太讨人厌了吧？连百万女网红约他都懒得出来。他要真是这么聊天，不是你添油加醋的话，如果是这个男的真的就这么说话的，他说，哎，连百万女网红约我都懒得出来，那你就更不要理他了，太吓人了。但我怀疑是你自己说了。但又是一年七夕到，我是一个老阿姨，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七夕故事。和男友是同事，互联网公司技术部，我35，他小我5岁，交往半年，正好赶上七夕，也正是我们热恋期。我想了好多天送他什么礼物，最终选了2种，香水和刻录一首歌。刻录一首歌，这个歌呢有一个小传，算是我爱的表达曲。我小时候爱看超级女声，这是周笔畅唱的陶喆的《就是爱你》，这咋唱？不会唱，就我Google广告了。从那时开始我就很喜欢这个歌，我要是但凡知道唱咋唱，我肯定唱，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我确实不知道咋唱。每次听都有自己对爱情的向往和感觉，非常的憧憬，就一直放在心里。如果有意中人，就一定送给他。这次我有很强的感觉，我买了光驱，找个音源，买了可刻录的 CD 盘，买了包装，好狠啊！这听起来像一个16岁的男孩女孩会干的事儿啊，挺猛啊！买个光驱，买个可刻录的 CD，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感觉好奇妙，一步步完成，好像我向往的爱情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七夕那天，我把香水和 CD 都送给了他，他很惊喜。我在 CD 上也给他写了情话，他说他既感动又激动，一天都没有好好工作。他也给我准备了2个礼物，马勺的音响，说你爱听重型音乐，这个好。就是爱你是重型音乐吗？我这好奇了呀，就是爱你是重型音乐，陶喆还唱过重型音乐啊。就是爱你的歌词是啥样的？给我看看。就是爱你是重，我不相信啊，这不可能是重型音乐啊。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哦，在一起，时间继续流逝，请记得我有多么爱你。哦，就是爱你，爱着你不离不弃，这不可能是重型音乐。然后还送了喜欢的手办，还写了情话字条。那天是工作日，我们就互送了礼物，没有聚会吃饭，下班各回各家，感觉平平淡淡，实则内心汹涌。我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脑子又过了一遍，啥意思？这不是啥意思？依然觉得温馨感动，事情已经过了3年，可能以后都不会有这种认真的谈恋爱的仪式感了吧？哦，就是3年前的七夕，啊，挺温暖的呀。就是3年前的七夕，给我投稿的这个女生，跟这个男生互送了礼物，他送了男生自己刻的 CD 和香水，男生给他送了一个音响，听重型音乐的音响。然后俩人已经在一起3年了，他的落点是可能以后都不会有这种认真谈恋爱的仪式感了吧？别这样啊，会有的。你再给他录一个不就有了吗？你再给他录个重型音乐的，你也不能是光听这个就是爱你啊。你整点那个死亡的，整点那个整点那个，你给他录点。你俩拿 CD 就拿你那个马勺音响一起听，肯定很浪漫，很浪漫的，太浪漫了，想想都浪漫。欢迎大家接着读信啊！刚这个姐妹是一个幸福的故事，就是3年前她跟她男朋友七夕节互相表白在一起了，她现在就说可能以后都不会有这种认真谈恋爱的仪式感了。仪式感这东西你给他整不就有仪式感了吗？你给他录一张这个重型音乐的 CD 啊，用你的那个嗓子唱一个啊，都行啊，浪漫起来不难的哈。第一次见他是17岁，开头就是让人头晕，好长啊，害怕了。第一次见他是17岁，他在台上的聚光灯里弹吉他，我在台下看他，从未想过4年之后我有缘认识了他的同学，于是不动声色让他的同学组了一个局吃火锅，我特地穿了短裙，抹了口红，
吃火锅可以抹口红吗？朋友，不太清楚。我时不时暗送秋波。之后我说好想打游戏啊，有没有推荐呀？他说来我家玩双人成行吧。可谓是两人各自心怀鬼胎。玩过双人成行吗？知道这游戏吗？老难了，双人成行这游戏是挺各怀鬼胎的，但这贼难。双人成行那个游戏我是跟我弟打通的，我弟带我那个手笨的。双人成行挺好玩，双人成行我是跟我2个弟弟一起玩的，哥俩轮流带着我玩，才艰难打过的，贼难，那个操作特别难。后来我们还玩 VR， 他帮我划定安全区域之后，手柄和眼镜给我，但我却因为身高问题够不着上面的道具，急得直跺脚。哎呦，这么有画面感吗？2个人在家玩 VR， 完了戴个 VR 眼镜在那急得直跺脚，这么有画面感吗？他站在我身后，握着我的手控制手柄，贴得太近，我身体发烫。那你跺他脚呀，你不急得直跺脚吗？你往后一跺不就跺着他脚了吗？他从身后这不是抱着你的手吗？玩桌游到了私聊环节，我故作镇定的先找别人私聊完之后，在混乱中找到他，小心翼翼的扯他的袖口，说我想跟你聊，然后故意凑近他的耳边讲话。他教我滑雪时，我故意朝他怀给摔。你这给我整上，这封信写的跟这个拍上电影啊，蒙太奇啊，已经换了4个场景了，朋友们，这姐们写作功底可以啊，换了4个场景。一开始是玩游戏，玩 VR， 玩桌游，又去滑雪，这是4个场景啊，这是蒙太奇，不是说一天发生的。他省略了中间那些然后叙事转场，就直接是蒙太奇。大家能想象到那种恋爱电影吧？就是2个人放着浪漫的音乐，哒哒哒，2个人一开始手柄哈哈哈哈哈，互相哈哈哈哈，一开始还比较害羞，然后后来带着 VR， 然后呢，直跺脚，后面然后他回头身体发烫，然后玩桌游，趴在他耳朵边说话，后来又突然一切，从一个白色的墙到个白色的雪山，哇滑雪，然后跌到他的怀里，大概是一个电影效果啊，然后一直在那笑啊，扫眉大概眼的笑，配着音乐啊，就那种，你能想象吧？就是个电影那种感觉。他教我滑雪的时候，我故意朝他怀给摔，他抱了我。同时，这段时间我们高频聊天，他开朗成熟又照顾我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敏感的心。他向我袒露他的脆弱，遭遇的挫折，面临毕业的伤感。整这么半天，伤感是面临毕业的伤感。成熟又照顾我的外表下，没有啊，面临毕业的伤感的人不会有成熟的外表啊。看错了啊！面临毕业的伤感，怎么会有成熟的外表呢？不可能啊，装的啊！对我来说，眼泪是男人最好的医美。完了啊，喜欢男人哭的完了啊。危啊，危险的危先送给你。喜欢看男人流眼泪的危啊。可是他不跟我表白，我感觉不妙。于是，在下次去他家打游戏的时候，开了一卦在线算桃花。在线算桃花，卦象说是身边的人。我定定的看着他，轻笑着说：“现在我身边只有你啊！”又给我使用蒙太奇的手法了啊！他是下次去他家打游戏的时候，是吧？直接算桃花，卦象说身边的人，他直接就定定的看着他。现在我的身边只有你啊！哈哈，他的脸唰一下子红了。眨眼间就从蛋总一样的白皙长成了关公。我白皙吗？别以为突然给我这里头突然写着小作文给我整上这个拍马屁，你以为我就不吃这套啊？白吗？真的很白吗？不吃这套啊，少整这套啊。待个半晌，喂，这词儿用的，待个半晌，这前面提到了关二爷，后面就得用这个半文半白了是吗？待个半晌，说什么快毕业了，我们不谈异地，云云。我藏起眼底的失落，看起来我要牡丹到大学毕业了，气氛有一些微妙。许久的沉默后，他问我：“你还好吗？”我说：“还好。”他摸摸我的头，说：“可以抱抱我。”我乖顺地钻进他的怀里。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故事真实性了。乖顺地钻进他的怀里。乖顺这个词儿不像谈过恋爱的女生能用得出来的啊。
乖顺，钻进他怀里。没想到等来了他的一句我也喜欢你。于是我们抱了一夜没有撒手，聊了一夜没有合眼。他说其实第一次见面就对你印象挺好。那天你凑到我耳边说话，我脑袋都快炸了。但我真的很害怕异地恋，可是你真的好可爱。反正我们真的在一起了。结果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我出趟远门，他要送我去高铁站，我本能的无措，这真的需要吗？我一直是一个人呢，吃螃蟹我分好的一人一半，他剥出来的肉全都喂给我，受宠若惊，但也觉得很幸福。有时我觉得他内核不稳定，但不妨碍我对他的仰慕和怜爱。仰慕和怜爱怎么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呢？仰慕和怜爱就像他成熟又爱哭一样，是吗？仰慕又怜爱，这家伙碰着枭雄了，仰慕又怜爱能用到同一个人身上吗？这纯枭雄啊，这不是关公，这是曹操啊。成熟又爱哭，成熟又爱哭还不是曹操，刘备啊，爱上刘备了啊。爱上刘备会这样的啊，成熟又爱哭，对他仰慕又怜爱。对呀，诸葛亮爱上刘备以后就是这种反应啊，就觉得哇，这好成熟啊，主公又喜欢哭，对主公又仰慕又怜爱，大概是这种感觉啊。我们三观契合，灵魂同频，他喜欢我，我喜欢他，喜欢他光芒万丈，喜欢他黯然神伤。刘备啊，妥妥刘备啊。说的是《三国演义》的刘备啊，不是历史人物刘备啊，就是《三国演义》给那个刘备。喜欢他光芒万丈，喜欢他黯然神伤，喜欢他完美主义下潜藏的空心破碎和眼泪，纯刘备啊，纯刘备。可还是分手了。去年七夕，他对我说七夕快乐，可研究生的新生活让他无心分配时间给我，最终向我提了分手，并一直不愿复合。我走不出来，决定七夕给他转账520，后续可能写信告知。这姐们儿纯给我搞文学创作骗礼物的啊！我算看出来了，纯是来骗礼物的。这文学创作的味道太浓了，还给我留个扣子，还后续可能写信告知，下回分解。纯来骗礼物的啊！没事，看你打字打这么认真，送他一份这个布朗尼蛋糕条吧。后续的信稍微文笔提升一下，文笔稍微提升一点，送他一份这个蛋糕条吧，人家也不容易，写都写了。看他这个文笔，感觉这姐妹也没谈过恋爱，好好吃点蛋糕条，赶紧好好谈个恋爱去啊！希望下回文笔提升，然后写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投稿想到浪漫的故事，竟然想的都不是对方，而是觉得我自己好浪漫啊！这一般是真的，看开头就感觉是真的。分享一件事吧，2022年冬奥会我在做志愿者，当时都是闭环管理，志愿者们都关在一个酒店集中吃饭睡觉活动。为了丰富我们的志愿之余的生活，学校组织晚饭过后大家一起跳广场舞，一般都是有几个跳舞好的在前面领跳，后面一大堆志愿者跟着跳。本人作为一个四肢不协调的 I 人，在后面都跟跳都不好意思，但是鬼使神差，就是那一阵正好我男朋友生日，我就提早报名说我要领跳，然后我自己在房间每天苦练3个小时，海底捞版本的生日快乐舞都给我跳崩溃了。说实话，领舞的时候我自己好像没有跳明白，当时我还专门找朋友录个像，甚至还用腾讯会议做个直播。我提前叫我男朋友进入直播间观看，但是没有告诉他。他后来跟我说，看到跳生日快乐歌的时候都懵了，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我当时也很感动，能带着100来号人给他祝寿，给他祝寿谈不到，祝寿，给他过生日，是吧？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是那个吧？这一看就是真的，这很真啊，非常真。他何德何能有我这么好的女朋友？如今我们在一起已经快3年了，也是我最持久的一份恋情。回想起来不禁感慨，真正的爱情总是能让人变得勇敢。非常好啊，这个送一份我们的这个布朗尼蛋糕条啊，
非常好，这个听着很幸福。今天是七夕专场，主要是爱情故事，当然一会儿也会读一些不是爱情故事。我们先读几个爱情故事。但我必须讲一下我的七夕故事，可以同意。那是去年的七夕，至今我不敢回想，被人提起我都感觉很丢脸。去年七夕有2位男嘉宾，我们简单的称呼 A 和 B 吧。A 是我喜欢的 ，B 是喜欢我的。你这个形容非常的简洁、清晰、明了。先说 A 吧，在七夕的前一周说好和 A 去看海，看个天气预报，刚好七夕那天不下雨，可以看日出，就约了。我和 A 绝口不提那天是七夕。就在七夕前一天，我没忍住，就问了 A 会不会给我买花。我收到了这样的回答，他说我们不是去看海吗？我说可是明天是七夕呀。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回复。A 是喜欢我的 ，B 是我喜欢，这是喜欢你的。那个你喜欢的得啥样啊？这喜欢你的都这样了，你怎么定义的呀？这喜欢你的都这么猛啊？好的，不欢而散，哭了一夜，气呼呼的。刚好 B 来问我要不要七夕一起吃饭，我就答应了。精彩开始了。七夕当天下午化了一个好看的妆，我就去跟 B 吃饭了。B 呢也很自觉的给我买了99朵玫瑰。这太自觉了吧，就是没想到 B 居然带我去了他家的小区门口吃了一个家常菜，我边吃边想，可惜了99朵玫瑰花了，小馆子拍照也不好看。吃饱以后 B 说让我跟他回家拿东西，我也没想就跟他去了。更精彩的来了，我一进门，一地的小蜡烛、玫瑰花、气球，他居然要跟我求婚，我恋爱都没跟他谈，他要跟我求婚，我惊呆了。他拿出个戒指，单膝跪地，钻石的戒指，我手都不敢抬起来，强颜欢笑。我赶紧把他扶了起来，幸好家里只有我们2个人，但凡多1个人我都下不来台。可想而知，我肯定没有答应他，他心情就不太妙。我说现在还流行先婚后爱吗？这是霸道总裁要强娶吗？我一个大 G 人啥意思？实在接受不了计划外的事，现在求婚就是强迫我。 B 又说和他妈妈布置了一下午，我就又心软了。我虽然心软了，但是我也没有答应。我的理性战胜了我的感性，我溜回家了。后续通过别人了解 B 只是想结婚了，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婚对象，感谢那时理性的自己。真的假的？但你说到底要找一个我喜欢的还是喜欢我的呢？我至今不得解。你是这么个问题吗？你这拐不到这个问题啊！你这读起来感觉 A 是你喜欢的， B 是喜欢你的，你标反了哈。你对这个喜欢你和你喜欢可能理解跟咱们普通人不一样啊，不敢贸然回答你。2024年的七夕 A 和 B 都已经成为过去式， C 也没有登场。求求今年七夕让我过得平淡些，安稳些，岁数大了经不起折腾。好的，可能你现在正在看直播吧，这多安稳呢，在家咔咔一看，小卖部一咔咔一读信，这不就剩安稳了吗？安安稳稳，今年七夕啊，咱们一起过，咱们8000人了，咱们8000人过，好吧？你的愿望实现了，非常安稳的一个七夕，肯定没有惊喜了，放心吧。想有也没有了。这会儿姐妹说啊，这真的连一点都没有了吗？没有了啊，没有了，今天就这样了。一会儿咱们播到差不多1、2点，安稳的睡去，贼安稳。这个七夕，这个七夕要多安稳有多安稳啊，好吧，是吧 ？C 没想到吧 ？C 是什么 ？C 是我们，哈哈。A 和 B 都没有 ，C 是我们小卖部。小卖部用英文怎么说？还真是 C。Corner shop 是吧？小卖部嘛，拐角的 shop，corner shop 小卖部啊，对不对？啥玩意儿 ？Convenience store 这么复杂吗？别给我整这个6级以上词汇啊 ！Corner shop 能不能听懂完事儿了？这 grocery 是什么玩意儿 ？grocery 看不懂啊！ Convenience store 看不懂啊！知道你们英语好，别气我啊 ！Corner store 啊 ，corner store 可以 ，corner shop 都可以啊，少整这个复杂的啊！别给我整的超纲词汇啊！
但没有情人的姐妹们，七夕快乐啊！因为七夕节这天，31岁的我退婚了。认真读读。退婚也不太顺利，扯皮的很难看。不过我还是想请大家暂停一下手里的事儿，恭喜恭喜我，再也不用相亲了。不算特别抓马的烂俗剧情，相亲认识了一个同龄的男生，相处了大概4个月，由于家里的催婚和各种压力，中间没挺住，订婚了。但是这件事没人知道，本想着是订婚了，可以培养一下感情吧，结果依然无果。我对他也没有感情，他对我说是喜欢，其实我也感受不到，不知道是太内向还是把我屏蔽了。犹豫徘徊了很多次，甚至一度感到抑郁和绝望。终于临门一脚，我还是撤退了。然后我主动退回了彩礼跟订婚当天的红包，结果他跟他的家人持续输出狮子大张口，例如要赔送我小礼物的钱，去家里拜访带的礼品的钱，订婚吃饭的钱，奇葩的来了，还得计算4个月以来我俩吃饭的钱，然后 A 给他。先不说我俩1个月也就吃过2、3次饭，且每顿饭都是几十块钱到100多块钱，我也回请过。就说他分手后的嘴脸，真是吓我一跳。原来相亲的本质就是不停的权衡利弊，然后最后不成就恶语相向，人生到此。还真没有过如此的经历，不知道应该说是丰富了经验，还是奇葩无处不在。由于不想纠缠，最后使用了钱来摆平，算是两清吧。挺糟心的，又暗自庆幸终于结束了。接下来重点就是好好工作了，挣钱比较重要。分享出来是想说，希望同龄的姐姐妹妹们，同龄的31岁啊，31岁同龄的姐姐妹妹们，先明确自己想要的，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要为了结婚而盲目行动。幸福有很多种，婚姻本质上就是赌，那就先有愿赌服输的心态，最后才有幸福的机会。婚姻本质上就是赌，婚姻本质上就是赌。那你这个退婚算啥？戒赌啊！我们恭喜这位姐妹戒赌成功啊！我们送一份这个黑芝麻吧，10分可的这个10分可啊！感觉你这个认为你的这个决定10分可以，送你一份10分可的这个黑芝麻吧。戒赌，恭喜你戒赌成功！黑芝麻杏仁可丽饼啊！恭喜你戒赌成功，戒赌了啊！婚姻本质就是赌。哎，你说这事儿闹的，婚姻的本质就是赌。行，戒赌挺好，恭喜戒赌。怎么写信？写信就给这个蛋蛋小卖部普通店员，你没看到这儿吗？投稿私信给他投就行了。蛋你好，希望我的投稿可以被看见。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和我男朋友一些细水长流的爱情。我瞅瞅怎么回事。我们在一起快8年了，因为工作一直没稳定下来，所以目前还没有结婚。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性格很不一样，每天都能吵架。他属于被自由放养型，我属于家庭关系粘性高型。头2年因为他的直男发言被我发在网上，导致我俩被网暴。我们在一起快8年了，头2年因为他的直男发言被我发在网上吐槽，导致我俩被网暴。后来我发现谈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他人的评价只能是一个参考。跟他在一起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晚上睡觉我做噩梦害怕的时候叫他，即使他在呼呼大睡也会拉住我的手抱着我。他带我探索新的运动新的兴趣，让我的生活越来越有趣。他就像我的捧哏，总能接住我的话。我在他害怕沮丧的时候安慰他，我们可以互相暴露自己阴暗的部分。对，你们就别跟网友暴露了，可以啊，被网暴了都。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我们在成长的路上肩并肩的探索着，互相取暖。几年前我在国外留学，后来他也申请了项目跟我同一个国家，我们经历了3年的异国，3年的异地，现在终于不分开了。很高兴他今年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也在为我的未来准备着。我的妈，你们在一起8年，他今年找到一份工作，他多年轻就在一起了。
前段时间我看他的手机给我的备注前面加个2个数字，我好奇的问他，他也不告诉我。后来发现是我的无名指的尺寸，这是要进赌场了啊！准备进赌场了啊！无名指尺寸量了，这筹码已经买了，是吧？筹码一买，冲了就，这是一个要进赌场的啊！不出意外，我们明年应该就要结婚了。我们的故事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细水长流了好多年，从最开始的天天争吵，到每周吵一次，到每月吵一次，8年啊！现在也吵架，但是很快就能解决。我发现我脾气越来越不好了，他总是吵完之后来哄我，跟我们才在一起的时候太不一样了。不过我也不能太恃宠而骄。说这么多，想说的是，每一对情侣都有属于自己的相处模式，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只要最终目的是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两个人过得开心，就是最好的相处模式吧。祝大家遇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七夕节快乐！恭喜啊，姐妹儿！我们小卖部这边就一个建议啊，你们以后结婚啊什么的，别往公众平台发啊。你确实有这个容易遭网暴的体质，我能理解你在说啥，我也能感受到你的幸福，但是你这个语言一组织起来吧，容易招恨。你自己再回头读读你这封信，就你这个语言组织模式容易招恨。我没有说你的人咋样，我感觉你俩应该能挺幸福的，都吵吵闹闹8年，这不也在一起，也准备买戒指啥的。但你看你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就容易招恨啊！千万别跟别人分享你们甜蜜的故事，你就匿名跟我分享没关系的，你匿名跟我们小卖部分享，跟这个亲朋好友，可别再往公共平台发了，真的容易招恨。这主要是语言组织的问题啊！你俩的就恭喜啊，祝福啊！祝你们这个白头偕老，我真心的，我这是给你个建议，就别往外发了。你们能理解我啥意思吗？你能理解我啥意思吗？不懂啊？不懂啊？不懂也挺好，不懂说明可能我心里阴暗了。没事，真的祝福，我真心的。这都吵成这样了，还在一起，就是应该是挺好的感情。祝福啊，真心祝福。蛋总好。我的白月光回国了，我凉透的小火苗它死灰复燃了，但我猜不透他的想法，请蛋总帮我分析分析，比较长，希望不要嫌弃。不嫌弃啊，我给你分析分析，真有点长，我的妈！我跟他是大学同学，但只有1年是同校区，1年里从认识到毕业应该有过暧昧，但我没在意，那就是没有啊。应该有暧昧但没在意，那就是没有啊。我觉得他挺帅的，不会对我有兴趣。好吧，你先上来，你已经那个什么了啊，给自己的可能性大打折扣了啊。比如我抱怨大教室吵，他让我共用项目的工作间，被同学撞见后，我又跑回大教室。还有6分钟发券哈。几人聊天大笑，我们很容易对视，但我总转开。有次上课我独自坐第1排，他进门直接挨着我坐，手肘贴着手肘，谁也没有挪开。这是你暧昧的部分，我看你挺在意的呀。前面还应该有暧昧，但我没在意。这手肘贴着手肘，谁也没挪开，这小细节让你给记的，这还没在意？你在意得啥样呀？你是不是得把他当时手肘是37度5还是37度6都得测量一下才叫在意啊？这还不叫在意啊？还要多在意？当时掏出个温度计，说我要记录一下现在我们手肘贴在一起的温度是多少，这才叫在意吗？很在意啊，这已经很在意了啊。快毕业时，我俩拿着外卖在走廊碰上，就坐下来一起吃，感叹时间好快，都有点不舍毕业。有部当时很火的电影，我发朋友圈问谁没看，他回复，然后我俩就去看了。哎，总感觉他对我是一般的好友，他跟班里其他女生关系都不错，有合作的课题跟他们联系更频繁，也都在一起看过电影也都在一起看过电影，这就有点奇怪了。还跟其他1个2个看过，我还能理解，也都一起看过电影，是不是电影院办年卡了用不完？
这咋回事啊？也都一起看个电影。还有些小事有点暧昧，但是不多。毕业那天 KTV 我被问真心话，我察觉我真的喜欢他，但他赶飞机，他没去 KTV。毕业后他偶尔微信找我问问题，我也公事公办。有一次他发个搞笑视频，我回是不是复习英语太无聊了呀，忍不住要刷这些呀，他就再也没跟我分享过。姐们会聊天，哎呀，看看啊。再后来他就去国外读书了，我以为他不会回来，就慢慢放下了。看朋友圈发现这几年他也谈过，但是分手了。我也试图谈过，家里介绍的，但是也分了，一别就是6、7年。哇，一别就是6、7年，那现在应该都是挺大的人了啊，当时还小朋友呢。他上个月回来了，他问我问题，邀请我做项目，还请我吃饭，我开心，但觉着他可能只是需要朋友做项目吧。他先落地北京待了几天再回家，那天我刚好离开北京。9月去新加坡读研就退房了，我有点胖，有点自卑，想以后减个肥再跟他见面，但经历了后悔，我有点转变，寻思下回见也不知道猴年马月，就鼓起勇气从外地赶回了北京跟他相聚。他回国只喊了我和女生 A、B、男生 C， 这个阵容就用不着只喊了啊，这个阵容就别用只喊了哈，这他回国只喊了我和女生 A、B、男生 C， 这是聚会啊，这不是只喊了。姐妹醒一醒啊，姐妹，你白月光女生 A、B、男生 C 5个人打麻将还得有一个看着的，这还只喊了。我跟 A 和 B 关系都很好，也觉得他跟 A、B 关系都比我好。他以前跟 A、B 都有深度的课题合作，你们到底啥专业？这个课题合作这么重要吗？也有断断续续的联系。A 快结婚了 ，B 已经分手很久了。B 的前任 D 也是同学，他还一直在八卦 B 和 D 分手的原因。A 和 B 都知道我喜欢他，我又觉得时不时眼神交汇，我又感觉到总有一个人先转开。我忘记问他是否单身了，宴席散了，但我又上头了。他本月下旬会去趟杭州，我也是本月下旬去杭州办事儿，邀请我的项目让他找 B 了，我远程参与。我们最终打算都是以后再回北京，检讨一下我长期牡丹恋商负，不会主动，我们还有可能吗？我要冲吗？谢谢大家。你们也都想想这女孩该怎么办，你们帮我想想这姐妹该怎么办呢，朋友们。我觉得不是说恋商或者什么，我觉得你面对他的时候有点太不自信了，有点太那个什么了。我怀疑这个男生是感受不到你喜不喜欢他的。你问我肯定是鼓励你冲，但是你怎么冲呢？然后这个女生刚才说，我觉得我自己有点胖，想减肥以后再怎么样，我不介意啊。我说我自己的观点啊，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见，咱们交流啊。我建议你就现在跟他说，你要真喜欢他，你就现在跟他说。这是你自信的开始，这是你自信的开始，你就现在跟他说，你哪怕被拒绝了，你都是自信的开始。你现在说被白月光拒绝了，拒绝就拒绝呗，但是你就变得会自信一点。你为什么会变得自信一点？你就会发现跟喜欢的人表白没什么，能有什么？胖怎么了？能有什么？你就先说一次试试看嘛。你想想啊，我的意思是啥呢？这姑娘说她要减肥以后再去试试，好，你减肥以后再去试，如果同意了，你也会想原来是我要瘦要漂漂亮亮的，别人才会喜欢我。如果没同意，你就会想原来我减了肥他都不喜欢我，还是我长得不够好看。你怎么你心态都不会好，所以你就不要减肥再去跟他表白，你就现在去。被拒绝了，调整心态，对吧？你可千万别减肥以后再去表白，那被拒绝了，那你就剩痛苦了。听得懂吗，朋友们？我不是说光跟他说，我跟很多人，我跟大家的意见都是这个啊。这都一样，什么减肥，什么我变美，什么我这个那个啊，说我为了对方做出什么改变，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我为了对方做出什么改变，然后
对方就会喜欢我，那你就会想了，那对方喜欢的是我还是喜欢这个改变？那对方不喜欢我，是不是我改变的不够？你后面的所有动作都是错的，你就是现在赶紧去表白就完事了，哪怕被拒绝了也是就是个经历嘛，你就变得勇敢了嘛，对吧？当然我也不会说那种特别就是老好人说那种话，什么每个人都是最好的自己，那也不是啊。你胖减肥该不该减肥？我腰疼我还健身，你该不该减肥？你为了健康，为了好看，你为了你自己，你当然应该了，你还应该练出肌肉呢，对吧？但是你别想着是为了另一个人，是吧？我可没说什么每个人都是最好的自己，我可没说这种话啊。你为了你自己，我是当然支持大家为了自己去改变，什么都挺好的，是吧？你为了自己高兴，为了自己更好，你随便。那你为了别人做这些吧，你怎么都是变形，你动作一变形，你怎么都是痛苦啊。然后也有一些很坏，是吧？说哎，不要为了别人改变自己，你就是最好的。这种话你也别听啊，这种话你也别听。怎么你就是最好的了呢？这种话我一直都觉得很离谱。什么就是你就是最好的自己？什么意思呢？我可不是最好的自己呗，那自己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自己，那肯定我是最好的自己呗。这种话不要太往心里去啊。接着读啊，我是给那个小姑娘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就是你别，哎，他就说我想那个以后减肥再见啥的，别，你就现在吧，行不行的就这个，万事开头难，先把这个头开了，你就当你白月光是帮你开启你恋爱路上的第一道坎也可以，对吧？这白月光不得付出点啥吗？给你当这么多白月光，这么多年白月光，他哪怕把你拒绝了呢？我听你描述这个哥们儿应该是个挺体面的人，应该是不会让你不痛苦嘛，被拒绝都痛苦，但是这个人是个很适合的表白对象，他不会让你太痛苦的，哪怕是被拒绝，万一答应了呢，是吧？谁知道万一更自卑了呢？我觉得如果他是听了我刚刚说的那番话，应该会好一点了，应该不会是往那个方向再拐了，但是他不敢，一步退步步退，这么自卑下去可没个头。你不做出改变，你就是这么一路咕咕下去，这就是个循环。你就得做出一些自己以前没做出过的事了，好吧？欢迎各位。前男友同班同学爱上我怎么办？前男友同班同学爱上我，哎呀，我和我前男友去年3月，今年在一起，今年5月分开，到现在挺久的了。这信我是不是读过呀？好像读过一个类似的但好像是说爱上了前男友的同学，这个是前男友同学爱上我。分开后我一直纠缠他一直纠缠那个他前男友，纠缠他越来越绝情，导致我分手已经3个月了，还是放不下他。1个月以前，我发现有一个人经常浏览我的账号，就是社交平台，自信的我认为是我前任建了小号来监视我，结果我就去试探。聊了一番，发现是他同班同学，我就想借这个人窥探一下我前任。一来二去呢，我就加上了微信，我就称呼他为深情哥吧。在此期间，我只要情绪不稳定，我就去找深情哥发疯，痛骂我的前任，然后细数我对前任的付出以及前任对我的辜负，很解气。结果前几天深情哥突然对我诉说他的过往情感经历，说自己谈了3次全都被甩，说第一次遇见我这种深情的女孩，他说他要追求我。你是深情姐呗，你还管人叫深情哥，人家还觉得你深情呢。说第一次遇见我这种深情的女孩，他说要追求我，我大惊失色之余在思考，我现在忘不了前任，那我要不要通过和他在一起来忘掉我的前任？他还不是深情哥呀，这是过渡哥呀，你管人家深情哥。我现在忘不了我前任，那我要不要通过和他在一起来忘掉我的前任？这是过渡哥啊，你外号起错了过渡哥但是我很希望我前任回头来找我，那我和深情哥在一起岂不是自断后路？但是我还是想把深情哥放在我自己的鱼塘里，我该怎么办？头一回见深情的人还有鱼塘比较少见，挺罕见的这个深情鱼塘蛮罕见的真晕头昏脑胀。这是在读书是吧？
是不是在读书啊？我看看，同班同学啊，还在读书。行，哎，随便，你还在读书，反正你们也是闲着无聊嘛，随便，爱干嘛干嘛，都行啊，不是啥大事儿，都不用10年以后、3年以后，你回头一看就觉得啊，我当时在干嘛啊？你现在爱干嘛干嘛，都行啊，没事的，都可以。听起来不是啥大事，都可以，怎么选都行，因为怎么选都是错的。随便你爱怎么选怎么选，都是错的。啥是对的？我没有说针对他这个情况，他现在说的这几个选项都是错的，全是恋爱故事。他不是七夕嘛？行，咱们调剂一下，咱们读一个职场故事，调剂一下。这七夕专场，咱们读点别的故事，缓一下啊。这确实是一个职场故事，但开头也有很奇怪，说蛋总前 crush 追杀我，我怎么办？哦，不是追杀，追着我杀怎么办？追着我杀。你这个语法就有问题。什么叫前 crush 追着我杀？人家没追着你杀啊，是你追着被杀。如果他是你 crush 的话，我读一下看看啊。前段时间我和前 crush 暧昧上了，他长得不错，温柔细心，能力强，但是呢，他有一点让人很无语。每次我对他稍有冷落，他就有意无意让我看他和其他女生的聊天，还让我出主意帮忙追女孩。常规操作，这对他来说是常规操作。几次以后，我失去兴趣了，一顿操作猛如虎，我把他和一个刚认识的女生撮合在一起了。本以为事情结束了，结果他现在天天和我分享他们的爱情故事，我受不了，我故意不理他，结果他不依不饶，孜孜不倦的分享，想不听都不行。他算是我领导啊，我就说这怎么会是一封职场来信啊？最后是一个公司的，他是我领导，工作上我还得频繁跟他接触，没办法把关系彻底闹僵，但我实在不想天天看他的恋爱记录了。蛋总，这男的怎么回事啊？我该怎么办？你传他闲话呀？你怎么办？传闲话吧，行吗？他跟你说啥你就跟同事们说，你看他还跟不跟你说。但是是这样啊，姐妹儿，咱们传闲话有传闲话的技巧啊。传闲话的特别技巧就是别传100%一样的版本。他跟你分享的什么他的爱情故事你可以传，但你传一个改装版本，就别一模一样。传呢，就是别说人家太多细节。传再传回去的时候，你说不是我说的，我能说你那聊天记录都给我看了，我还不知道咋回事，这能是我说的吗？这不是我说的。你们这工作量这么不饱和吗？是我领导，工作上频繁接触，你这工作上频繁，你工作上也没频繁接触啊，工作上一接触就给你天天分享爱情故事，神经病，神经病。我读下来我刚那也是胡说八道，开玩笑。我的真实感受是你喜欢他，姐妹儿，我的真实感觉是你喜欢他，他呢多少沾点变态，就是有点那个有点讨人厌，反正咱变态也谈不上吧，反正挺讨人厌，但是你就喜欢他，咋办？算你倒霉吧，你就喜欢上这么个人，咋办呢？救不了你啊！你俩的结局就是非得谈一次，等你下一封来信吧，你俩谈完了你再跟我说咋回事吧。你俩早晚会谈的哈。我刚才那都是胡说八道，但我觉得你俩一定会谈的。谈完你再告诉我怎么办吧。蛋总你好，最近初入职场，哎，咱们来一个这个纯粹的职场题来啊！遇到了一个非常善于社交的上司，男的，我跟他见面不到1周，可能是表现的拘谨了一点。他说我社交面具不够成熟，借此还对我其他方面挑剔了一下。我想他可能对我不太满意。我听不出来他善于社交啊，这说话一听就不是善于社交的。其实我在同事面前表现还好，只是从小跟父亲关系不好，所以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甚至有点怕他。之前很努力的装过艺人，后来有一些焦虑症。最近上班一看到这个上司就害怕，会想自己是不是要主动跟他搭话才行。不知道是不是投稿了一个有点沉重的话题，希望能得到蛋总的帮助。你好好工作就完事儿了啊！刚这个女孩说的这个职场问题是这样的啊，有点奇怪哈。她是初入职场实习啊，所以呢，你可能就是非常年轻。你再听的话，我好好跟你说一下啊，不要太理会她这些奇怪的要求啊。她说她遇到一个非常善于社交的上司，她说这个姑娘社交面具不够成熟，别给她，这不是一个好的上司啊。
好上司不会这么说话的，神经病啊！不要理他。你何况你还只是实习，你不要理他，好好工作就行了。我想他可能对我不太满意，没关系啊，他对你不满意就不满意吧，没关系的啊，不满意就不满意吧。你初入职场要记住第一件事，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甚至也不可能让所有领导都满意。有的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你有一些前辈，比如说你现在实习嘛，你也会发现你有一些前辈根本就完全让领导不满意，但是就在公司干得很好。你慢慢在职场待时间长了就会发现，没有必要非得让他满意啊！评判的标准不是让他满意，先好好的你不是实习嘛，你先好好学点本事，跟你身边的这些什么师哥师姐前辈的学本事，好好把工作做好，别老想着让他满意，人没有必要让另一个人多满意啊，好吧？把这个事儿先记住。然后后来后面又来了，我跟其他同事还好，只是从小跟父亲关系不好，所以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你没有必要跟他相处，你为什么要跟他相处？你没有必要跟他相处。我最近一上班一看到他就害怕，会想自己是不是要主动跟他搭话才行？不需要啊，不需要跟他搭话，非要跟他聊天就聊工作，有工作聊聊，没工作不要聊。你非要跟他聊天，你就跟他聊聊业务，你觉得他业务上能教你呢？可以。我也没有那么绝对，可能这个人挺讨厌，但是呢，他如果业务上能教你，没问题，你就跟他聊业务。说老哥，我这个怎么做？哪怕他说话的时候有点恶心，能学点本事也行，是吧？只聊业务，别跟他聊什么社交不社交，教你做人那些不用跟他学啊。虽然我也不想教你做人，但你非要学做人的话，你还不如听听我怎么说呢。不要听那些教你做人的人说什么，没必要。聊聊业务，神经病啊！说我社交面具不够成熟，别听这些啊，好好工作。你才实习，你先把业务学好了。职场需不需要社交？需要啊，我没有那么绝对啊。我觉得人肯定是需要社交、需要社会的，需要。但你不要理这个人，这个人神经病，他也不会社交，听起来像一个郁郁寡欢不得志的人啊，别理他。我怀疑他业务能力也一般，这神经病啊！一般来说，他如果业务能力强，他不会跟你聊什么社交面具的。他就算是想显摆自己厉害，他咋不拿业务能力跟你显摆他厉害呢？还社交面具，让死去吧啊！非常讨厌，人实习生你跟人聊什么社交面具？一个实习生工作都做不好，还跟人家聊社交。我说这个你也别往心里去啊，姐妹儿。你刚开始实习呢，你工作都干不好，你就别想社交的事了。费劲巴拉能把工作做好就不错了。你也别被我刺痛啊，真的。你要认清这个现实，就是你现在工作能力肯定也一般，就好好研究工作能力就行了，就别想这些了。这还反思上跟父亲的关系了，跟他没关系啊，跟他没有关系。你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工作能力差，我就说直白点吧，你工作能力强，你就不会想这些；你工作能力差，就东想西想，一会儿跟父亲关系不好了，一会儿什么要不要跟他主动搭话了，一会儿什么社交面具了，归根结底就是工作能力差，好好提升自己工作能力，别想那些。我说话比较难听，你别太那什么，好好提升工作，别难过，别难过，刚开始工作能力都差。要认清现实，离这个人远一点，这个人非常讨厌。蛋总想离职，但是再坚持5个月，到明年1月春节后就可以比现在离职多拿差不多20万。但是现在每天上班都有点难挨，更不敢想还要半年之久，怎么办？真服了。你自己算个数吧，你的存款资产加起来20万比一下，你算一下百分比，朋友，20万在你的总体资产里占，我感觉5%以上都应该坚持吧。你如果说你已经存了特别多钱了，说20万已经占不到多少百分比了，那算了，说你自己算个数吧，算个账的事儿啊，就算个账，你看看这20万在你的总资产里占多少，别算未来的啊，别算什么。不要算未来，算未来的钱，没挣到的钱不是你的钱。你别算什么我现在离职，如果我去做什么工作能拿多少钱，你没挣到，没有100%的把握，别算这个账，你算你已经有的，你算算你这20万在你已经有的里能占多少百分比。或者说你真的特别厉害，你就能拿到那个确定的 offer， 那你就走，是吧？算个账的事儿，能有多难挨？不上班就好挨了。
换个工作就不难挨了。想想这些啊，想想这些，好好算算账啊。你如果能，我觉得是这样啊，朋友，你肯定是现在意气用事了，有点动情绪了，肯定这个上班是挺痛苦的，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你是一个如果坚持5个月以后离职能多拿差不多20万的人，你肯定工作能力是挺强的。你工作能力强的话，我刚说这些你能听懂，你就算算账，它就是个经济账。你先抛开个人情绪，先算账，算完账以后，你把情绪也变成一个数字变量，再加进来，再算一次。你算一算这5个月，这5个月和你现在出去工作玩还是怎么样，情绪1到10分算10分的话，你大概听懂我啥意思？你算一算，能算出来的啊，没那么难算啊。你现在就是太痛苦了，你冷静一下，你算一下。祝福啊，祝福！无论如何都祝福，无论是刚约完会还是没约会，在这看我们小卖部直播的，都祝福啊，都祝福啊，都祝福！感谢大家关注，可以点开头像加入群里啊，都祝福，都挺好，都挺好。怎么样？我们再读一个职场故事，再缓缓，再回去读那些情情爱爱的，再缓缓吧，是不是？咱们再缓一个吧。刚这个情情爱爱，这个七夕，这个情情爱爱浓度太高了，咱们再缓一个吧，好吧？咱们再缓一个啊。我有一个同事，算是我工作上的师傅，我和他2个人在一个办公室，前后相隔30米，我坐他后面，我是有点轻度洁癖，他男字旁他88年未婚单身，为人有点邋遢啊，知道啥意思？比如他会突然在座位上剪指甲，然后咬手指，然后吐到他右边的白墙上，哎呀，哇，太恐怖了，哇，麻的呀，好恶心啊！他会咬手指，然后突然吐到他右边的白墙上，也会突然吐东西在他的座位地上，是不是吃槟榔啊？这人，哎呀！夏季早晨上班，身上会散发着一股油脂与汗液混合的味道，哇！杯子也经常不洗，导致发臭发酸，哇！但因为我跟他办公室用区域不同，我可以避开他这个邋遢的区域，比如路过他身边时屏住呼吸或者绕道行走。但因为我坐在他身后，难免会看到他很多邋遢的小动作。作为洁癖患者，我真的有时候生理不适，我光听都难受啊。请问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如果提醒他，会不会让他没面子，导致我们以后在一个办公室都很尴尬？哇，太恶心了啊！你只能眼不见为净了。你把你这个工位前面装个挡板，姐妹儿，你把你这个工位装修一下，软装一下，挡板挡得高高的，把自己保护起来啊！哇，你跟他聊不了，你别跟他聊了。88年的，你跟他聊他也改不了。他自己意识不到，他已经就是习惯了，你别跟他聊了，聊也没用，你把自己保护起来就行了，给自己的工位软装一下啊。咬手指是个什么意思？太吓人了！买个这个香薰蜡烛，每天熏一熏啊，每天熏一熏。不是这个香薰蜡烛是送的啊，买瓶酒送你个香薰蜡烛，你给自己熏一熏，太猛了！把这个工位装修一下，前面挡板挡得高高的，只能眼不见为净了。你这个是 literally 的字面意义上的眼不见为净，真的是眼不见为净了。它也没有变干净，但是你眼不见了，真的太狠了。还是情情爱爱的干净一点是吧？太狠了。咬手指甲是啥意思呢？手指甲还能咬啊？麻了，太猛，真的太猛。来个情情爱爱的，缓一下吧，真的也不能老读这些。但你好，这个七夕就应该就我一个人过了啊，不可能啊！你看直播，现在快9000人一起过啊。但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纠结。几年前我有一个前男友，我们交往1年多分手了，算是我断崖把他分手了。哎呀，我当时也不想异地，我也发现他没有规划我们的以后，我还陪他考研，他也没考上，我挺失望的，就拜拜了。时间来到了今年我过得真的很孤单，所以就想出去玩，我就联系了他。没错，他居然毕业工作城市离我不远，我就去找他，带着我玩了1天，回来他还欢迎我再去玩。哎呀，他真不把自己当外人。是他不把自己当外人吗？他跟我在一起这么自在，他有没有谈恋爱我也不知道，我感觉他想跟我做朋友，陆陆续续的联系，我好像一直放不下他，还说人家不把自己当外人。哎呀，怎么办呢？他已经不喜欢我了，我也不知道我们这算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纠结，我想问他是怎么想的，但怕回答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不理解我咋就放不下呢？
他也没哪里好呀。如果有机会读到我的信，但有什么安全的不会让两个人尴尬的办法呀？但他属于极致的淡人，我感觉我也拿捏不了他。祝大家七夕快乐，一个人就天天更要快乐。我猜呢，姐妹儿，我猜真实情况是你也不是放不下他，你是放不下他把你放下了这种感觉，你没理解他怎么就把你给放下了，然后你就觉得有点放不下他了。其实你已经放下他了，你也不喜欢他，但是呢，哎，你说这人怎么把我给放下了？哎，那我可有点放不下了啊，就这么点事儿，赶紧放下吧啊，没啥放不下的。祖国这么大，去哪儿旅游不好，非往人家城市钻，去哪儿旅游不好？祖国大好河山你都去过了吗？非得去他这个城市？别的地儿你都逛过了，他居然毕业工作城市离我不远，你想出去玩就找一个离你城市不远的地方出去玩，你往远走一走啊，这后文贝尔、新疆啥的转转不好吗？啊，你已经放下他了，你只是很震撼，你心里想的是啥呢？你的心路历程是啥呢？你有点寂寞。恰好最近也没有合适的，有点寂寞。一想，当年我把他给分手了，应该没放下我吧？啊，在我工作城市附近，那我要说去找他玩，他不得高兴死？结果去一玩挺高兴，但是发现人家没有那么高兴。你心里想的是，这我走的时候他不得夸夸哭，嗷嗷跟我挽回，到时候我再给他一拒绝。哼，没想到人家说欢迎下次光临。全完了，跟你预期不一样，你没放不下他，你已经放下了，只是你的预期不是这样的。姐妹别生气啊，姐妹啊，可能是分析错了，我在瞎猜啊，你别跟我生气啊。我可能演过了啊，但是我希望你呢是啥呢？少招惹这个人，你就离他远点，你也不喜欢人家干啥呀？谈点别的恋爱不好吗？啊，听劝啊，听劝啊。我们接着读信啊，准备。刚那个信我读明白了吧，姐妹？赶紧放下吧啊！我应该就是劝你赶紧放下，没别的意思，没啥放不下的，你就是恰好这段时间你没有合适的而已。但我跟我老公是大学同学，之前是很好的朋友。研二那年我谈了1年很疯狂的恋爱，但是家里不同意，我被分手，整个人都废掉了。他作为朋友安慰我，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在一起以后，我就感觉这个是对的人，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顺利。毕业以后结婚生子，1年完成一件事儿，公公婆婆对我也很好，感觉自己运气确实好，嫁对了人。后面没有但是吧？我害怕啊，别吓唬我啊，没有但是吧？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从小就被教育家长不容易，不要乱花钱。我一直都非常在意钱，上学的时候跟家长要钱有深深的负罪感，工作以后也不乱花钱，攒钱。工作以后我也有积蓄了，我们2个没房贷没车贷没压力，但是我还是很抠门。我能理解，我始终都有非常深的不配得感。我的朋友也说，你又不是没钱，为什么不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呢？我婆婆也说，趁年轻买点漂亮的衣服包包很正常啊，但是我就觉得我不配，这种自己给自己的无力感很困扰我。那天我跟我老公提起来，我说我感觉自己像傻子，我也不会逛奢侈品店，我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我尤其能共情在小红书上问那些在小红书上问收入多少能不能买个多少钱的包这种朋友。我知道我不该有这种自卑，而且别人觉得我无病呻吟，我自己都嫌弃自己。我知道你啥意思，你不是无病呻吟，我能理解。我老公每次都风轻云淡的说没关系，慢慢来，他会帮我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去年七夕的时候，还真是七夕投稿。去年七夕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根GUCCI的腰带，就奢侈品呗，算是。他之前一直说要给我买，我都说没必要，拒绝了很多次。今年也是，昨天他说让我下班回家赶紧揭秘今天七夕的贡品，是一套什么，反正也是挺贵的东西啊。我问他为什么买这个贵死贵的，他说他看大家都说这个面霜有优点，巴嘎，缺点是贵，不适用的人群是穷。他就说我应该能用。我明白他是在用我能接受的方式缓慢的帮我建立信心。我开心的说谢谢大哥。这是一个非常平淡无趣的故事，但是我真的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我感觉自己心里从小就缺失一部分，在一点一点的被填满，在一点一点的被纠正。感恩，祝大家七夕快乐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非常好的故事。我们七夕需要这种温暖的故事。那你老公给你买这么贵的东西，你给你老公买啥呀？七夕的时候啊，姐妹儿，给老公送点礼物啊！哎，算了，我先送你点吧。给这个刚刚来信的这个朋友送牛脆脆吧，给他送牛脆，你别吃啊，送你老公的，你老公都送你那么贵了。然后你要学会消费啊，你要学会消费。我先送你是我送你的，你也得消费啊。你买个这个枕套，这贼便宜，我都不给你推荐贵的，你就买点这个冰感的枕套，你老公需要的，挺舒服的。让他那个头脑不要发热，你给他送点这个冰感的枕套，很舒服的，送给男生啊、老公啊，很适合。这也没有很贵，我不会给你推荐很贵的。你说我今天咬咬牙，我就要消费一把啊！你可以买个这个牙刷，哎，别，这个不对，你可以买个这个牙刷送给他，这也不是很贵，跟你老公送你的那个东西比起来，完全不贵啊。牛脆脆是我送你老公的，感谢有这么好的老公，挺好的，我替你高兴啊。给你买那么贵的奢侈品。我送他点牛脆脆，你送他个电动牙刷，送他个冰感枕套，不过分吧？你得学会消费啊，姐妹儿，对自己好一点，你也得对你这么好的老公好一点啊。人家天天给你填平童年的创伤，你也别给他造成中年的创伤。他送你个奢侈品，你送他点牛脆脆，不过分吧？送他个电动牙刷，不过分吧？好吧，我认真的，你别老觉得他给你买，你也得给他买啊！你不消费，你对自己抠是一回事，我特别能理解你，但对自己抠是一回事，对这种特别爱你的人，而且对你这么好的人，你就别抠了，给他买点随便买点，也不是说非得买什么贵的东西，但是有点心意，你得表示表示，不然真的容易寒心。虽然你这老公人，我敢相信人是特别好，他肯定嘴上说不在意，你也不用给我送礼物，但你给他送点，他肯定特别开心。他一方面觉得收到了肯定。一方面呢，又觉得哎，她现在也舍得花钱了，她也有成就感，是吧？真的，她老公给她送啥？她老公给她送的就是奢侈品，GUCCI。今年是一套贼贵的那个面霜，不要让你的老公哭泣，给他送点，真的给他送。我认真的啊，他送你个GUCCI，你送他一个我们 U-Smile 电动牙刷，这也算是门当户对啊，不就GUCCI吗？我们这 U-Smile。你跟他说快乐是无价的，虽然一个GUCCI，一个什么黑绷带还是绷带黑啥玩意儿，我看看，黑白绷带啊，虽然一个黑白绷带挺多钱，但我一个 U-Smile 的牙刷呵护你的牙齿健康，还让你的脸上挂着 Smile， 你跟老公这么聊，他能挺高兴的。这200多块钱对你来说应该也得咬咬牙吧？他说哇，真没想到，亲爱的，你现在都舍得花200多块钱买东西了，居然还是送给我的。太开心了，是吧？送他个这个，是不是？相差差不多6000，哎，6000怎么办？那还有我送的牛脆脆呢，是吧？加上牛脆脆，那不就相差还是6000吗？对吧？相差6000怎么了？重要的是一份心意。You smile 吗？老公说吃完牛脆脆刷刷牙。You smile， 相差6000不是事儿啊。6000对他来说，这现在让他买过千的东西，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这姐们我特别理解他心理，他就不舍得花钱，就买点这个便宜的，没事啊。蛋总，我是最近入坑的新粉，比心，啥坑？小卖部。哎，这是个好问题。有朋友是从这个我开始在小红书上开小卖部以后才开始关注我的吗？打个1我看看，这我真好奇了。你们是不是也不知道我以前干啥？有没有？真有！哇，我太有成就感了，好多啊！说相声的，对，我以前说相声的，不干了，现在不干了。说相声太累了，现在我以前说相声不干了啊。对，以前不喜欢你，谢谢。以前是 rapper， 对 rapper， 以前就都干点，这些都干。又改行，难怕入错行嘛。我以前就属于入错行了，我现在觉得开小卖部才是我一生的终生职业。我现在及时的止损了，把我以前那个行当我就不干了，我现在就开始好好专心开小卖部了。感谢你们啊，这些尤其是这个居然还有不认识我的，感谢啊，非常感动。事情是这样的，我和我男朋友认识10年，在一起也4年多了啊。我的朋友们还在干，只是我个人不想干了，我的朋友们还在干，别慌。事情是这样的，我和男朋友认识10年，在一起4年多了，2个人恋爱经验经历都非常少，双方都去见过家长。
也对我们比较支持。男朋友虽然比较无聊，不太浪漫，基本上是对我提供不了太多情绪价值，但是长得好，脾气也好。我们也谈过结婚的问题，前2年我是想积极推进，他呢就是不拒绝也不推进，后来我也没多大兴趣了。之前他不推进的原因是说年龄小，现在呢是说他工作没个着落。因为我爸妈比较传统，不希望我俩没计划的一拖再拖，我就夹在中间了。我和我爸妈也向他表示了婚姻工作可以并驾齐驱嘛，他还是坚持这个8月中，这不已经8月中了吗？他说这个8月中工作有个着落之后再推进。但是就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偶尔发现他欺骗了我。他工作特殊，以前跟我说他们1周规定哪天哪个时间段才能用手机，他只有这个时间段给我发消息。但我发现其实他平时偶尔也可以拿到手机，但是不会联系我，到了规定时间才会给我发消息。我不想戳破他，可是他现在这种行为虽然没有劈腿吧，一样让我非常内耗，非常不舒服。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像网上说的丧偶式恋爱。所以蛋总，你觉得是我小题大做吗？结婚让他有压力吗？这种状态我还有必要推进吗？还是说我等到8月以后再听听呢？有没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现在的我呢？祝蛋总7夕节快乐。今天8月10号，你不就再等5天的事吗？我是你，我就等5天，5天以后再跑，是吧？就5天了。虽然我推荐你也可以直接跑，但我让你直接跑显得有点神经病。不就还有5天吗？你再等5天，你这5天好好练练身体，5天以后跑得快一点啊，好吧？也就5天了，等一等呗，就5天了，也不多，是吧？这5天练练腿，练个倒蹬啥的，推腿。没啥戏啊，我揣测不了这个具体是因为啥，但是看这个表现，你俩是没啥戏。算了啊，算了。亲爱的李诞先生，你好。我听这种奇怪的开头，我都心里一嘚瑟。上次有一个管我叫蛋大哥的，他是李诞先生，我都害怕。你要干嘛？找我借钱是吗？要干啥？李诞先生，我很喜欢看你的直播，我鼓足勇气来分享了我的故事。我是98年的，母胎单身。这应该没有大事啊，读到这儿我就放心了。前公司有个比我大9岁的单身男生，因为工作上跟他的交集最多，所以越来越熟。前公司因为工作上跟他交集最多，越来越熟。他在微信上向我表白过2次，每次我都给拒绝了，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没感觉。跟他聊的最多的还是工作，也是在微信上，吃饭也是同事聚餐。偶尔我俩单独吃个饭吧，他话都不会说。我聊着聊着呢，就互相不耐烦。我发朋友圈，他大部分都是评论点赞。可能我也比较高敏感吧，他一发表言论，输出的内容总是刺激到我的神经，让我很烦躁。好笑的是，认识7年多了，平时都是各自安好，互不打扰，没有任何感情积累。今年6月中旬，我裸辞回老家，他在微信上挽留过我，我就想知道，这是喜欢一个人的样子吗？不过我也并不指望跟他有结果。那你问啥呢？啊，这位女士，既然管我叫李诞先生了，这位陌生的女士，那你问我干啥呀？是不是心动啊？是不是多少有点心动啊？这位陌生的女士，没有任何感情积累。今年6月中旬，我裸辞回家，他在微信上挽留过我，认识7年了，他坚持了7年啊，表白过2次。天天朋友圈点赞回复，7年来他谈没谈过恋爱吗？7年来没谈过恋爱吗？我的妈，7年！我觉得是喜欢他的，我觉得这个男的是喜欢他的，这坚持7年有点太可怕了，有点太离谱了。这不合适吗？也是真不合适。这7年给这个姑娘弄得彻底那啥了，给这姑娘整疑惑了。可以坚持7年吗？他肯定是也挺疑惑。喜欢吗？我觉得喜欢，但是跟你没关系啊，姐妹儿。你已经裸辞回老家了，这人已经跟你没关系了，他以后就消失在你的人生中了，跟你没关系了，你也不会再见到他了，别想了啊！在一起7年都没在一起啊，就认识7年都没在一起，没有道理说你裸辞回老家在一起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想听故事，好，哎，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书上没上。今天那个书有枢纽这本书吗？
有《枢纽》这本书吗？可能没有啊，反正是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枢纽》的作者施展给我讲的。有一回碰着他给我讲的这个故事，是他新书的一部分。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他讲的特别来劲。在古希腊呢，古希腊的故事里，神话故事有这么个故事啊，就是泰坦，一个古泰坦古神嘛，啊，泰坦巨神和海洋女神有7个漂亮的女儿。这7个漂亮的女儿呢，特别喜欢跟着狩猎之神阿尔忒弥斯，经常一起出去打猎玩啊。有7个小姑娘跟着这个狩猎之神出去打猎。结果呢，这阿尔忒弥斯啊，他还有一个猎人搭档，叫啥来着？俄里根吧，我就随便说一个，叫俄里根，它不是很重要啊，俄里根。哎，后来这个叫俄里根的呢，我可能说的名字不对啊，大家可以纠正，我随便说的，因为它不重要，它叫俄里根，随便我瞎起的。然后俄里根呢就看上这个7姐妹了，这个7姐妹呢的父亲、母亲，就泰坦巨神和那个海洋女神，父亲呢被宙斯给打败了。宙斯打败以后呢，罚他在世界的最西边顶天去了啊，顶天就救不了他这7个女儿。完了呢，这7个姑娘7姐妹就一直跑，这俄里根就贼讨厌，就一直追，这7姐妹就到处呼救，说怎么办？谁能救救我们？没想到呢是宙斯救了他们，宙斯就把这7姐妹送到天上去了，就变成了7姐妹星。就天上有一个星团叫7姐妹星。这个星团呢，在我们中国古代呢28星宿里呢叫卯宿，跟着什么呢？比较著名的就是申宿。大家听过那个杜甫吧？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听过这个诗吧？就申宿和商宿呢，他俩就是他升起来他就落了，他落了他就升起来。说远了，反正就是申宿和这个卯宿挨着。俄里翁，对，俄里翁呢，这个俄里翁不是俄里根啊，俄里翁后来也上天了，就变成了那个咱们就是猎户座吧，咱们那个古代28星宿就是申宿就是俄里翁，这不重要，它不重要，它旁边那个7姐妹星比较重要，就在猎户座呢有个7姐妹星。这个卯宿、申宿啊，还是7姐妹星啊，在全世界只要有古文明的地方就都有。你像什么圣经也有，圣经那个约伯记，大家看过一个美剧英剧叫好兆头，看过吗？是不是叫好兆头？就一个天使一个魔鬼那个。然后其中有一集就是有一个叫约伯的哥们儿特别信仰上帝，然后那个上帝就一直考验他，嘎考验他，最后考验他呢，他就崩溃了以后就说上帝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要干什么？然后上帝就突然出现了，开始跟那个约伯说话，其中就提到过卯宿，就是7姐妹星，就说你能解开卯宿系上卯宿的带子吗？还是你能斩断申宿的什么？反正就是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在什么古文明里都有啊，包括什么古希腊呀、希伯来呀、古印度啊、非洲的土著啊、澳洲土著啊、美洲啊、玛雅人啊，都会特意提到这7姐妹星这个星团啊，提到这个申宿这个星团，它就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这天文学可能是人类最共通的最早的知识，因为就是古时候看着这个天象来决定耕种什么的嘛，啊，就天文学很共通的，其实史前我们都有共通的。但是这个故事到这儿呢不重要，就是说古文明里都提到这7姐妹星不重要。但是这个古希腊这个故事比较重要的是呢，说后来这个7姐妹星有一颗星星7小妹妹下凡了，说爱上了当时的国王西西弗斯，所以就剩6颗了。你抬头看现在那个7姐妹星就是6颗，大家就想到我们的故事了吧？应该想到我们的故事了吧？就是我们不也有这个7仙女那个七夕那个故事吗？最后不也是就剩6个了吗？那个变成啥了？那个下来爱上冬泳以后不是变成了织女了吗？也走了。然后我这个朋友呢，这个就是你去查这个中外这些故事，它都有一个这个尾巴啊，这个就比较神奇了。
如果说全人类都有一个关于七姐妹的传说，那还不重要。但是全人类都有一个同样的传说，就是其实你抬头看，它都是6颗星，为什么全人类都管它叫七姐妹呢？然后天文学家们呢，就一顿研究以后发现，大概在10万年前，如果你是一个地球上的人类，你抬头看，那就是7颗星。然后呢，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几万年前的时候，其中2颗星挨得太近了，你用肉眼看就只能看到6颗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是有共同的祖先的，就是大概呢，就是在10万年前我们都还在非洲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最早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七姐妹的故事。最后我们人类分散在这个全地球之后呢，这个故事的流转，一顿流转之后，到后来我们再传这个故事的时候，发现，哎，大家都是只能看到6颗了，但是听到传下来的不是7颗吗？所以不约而同的，我们人类的所有故事的神话的这个故事里呢，就是那7颗星的故事都变成了说有一个星啊，不论是被绑架了，爱上地上的凡人了，还是怎么样了，下凡了，还是离开了，还是爆炸了，都要编一个少了1颗的尾巴，就不会直接说它是6颗星啊，就这么个故事。所以七夕的故事呢，不光是一个情情爱爱的故事啊，还是一个涉及我们人类大家有一个共同来源的故事，挺好玩的是吧？师长给我讲的，大家当故事听啊，我也没有研究过，他写的挺好，他是认真的考证过，就是有天文，当然也不是他考证的，就是很多天文学家去考证过这个事。当然，它现在其实还是7颗，只是你肉眼只能看到6颗了，有2颗星离得太近了。然后我们就祖先们就慢慢的编了一个，变成了一个就是7颗少了1颗的故事啊。每个人类古文明里都有这个故事，好不好玩是吧？很好玩是吧？除了这个情情爱爱，它还是一个关于我们人类是有共同祖先的故事。我当时听就觉得挺浪漫的，很有意思。比这个七夕故事还要浪漫一些，更浪漫了是吧？加倍浪漫，更浪漫了。而且7这个数字呢，在很多萨满教宗教里，原始宗教里是个很重要的数字。7这个数字，约伯记有啊，你回去搜，你在约伯记里搜卯星、申星，你能搜到。卯就是一个日下面一个那个卯，这是施展新书里的，他还没出呢。假装一会儿知识分子，接着给你们读点情情爱爱吧。分享完了，我是觉得它是个浪漫的故事，我觉得真的很浪漫的故事，比情情爱爱还要浪漫，对吧？你想想，我们从10万年前，一帮原始人坐在火沟边就在讲这个故事，然后走出非洲，大家走到世界各地，哎，最后祖先们一抬头说，不是七颗星吗？怎么剩6颗了？我给续一个吧。然后每个文明都编了一个新的故事，续这个。就觉得很好是吧？很开心。大洪水也有啊，大洪水是第2个故事，下次有机会再给大家讲大洪水的故事。人类文明第1个故事是这个7姐妹的故事，第2个就是大洪水的故事，都有，是吧？想想就挺好，是吧？都是一家人，不挺好的吗？蛋总，我有一个朋友。去年七夕的时候和一个认识很久的男生在一起了，很快又分了。在一起是我朋友提的，分手是男的分的。这是他第1次被甩，他一度严重到生理不适，上吐下泻，但他还一直抱有幻想。直到前不久，他路过这个男生家，还想约他吃饭，被告知他已经有新女朋友了。眼看又要到七夕了，我很担心前任会在朋友圈官宣，而我看到会再次生理不适，很焦虑。直到看到小卖部七夕营业，我一下子轻松了好多。他有他的新欢，我有我的牛肉干。管他是不是要官宣，有小卖部我不孤单。我知道我聊爆了，这个朋友就是我自己。我希望现在的我能成为过去的自己的朋友。怎么还给我上价值了？我希望现在的我能成为过去的自己的朋友，给他安慰，给他爱，让他不要去求别人。我希望现在的我能成为现在的自己的朋友，写上作文了，排比句，而不需要把情感寄托在外界。感谢蛋总，因为这是你教的，我可没教啊，我也教了，但我没教你这样说话了，我教不了你了。我分享过这样的看法，是你自己学到了，我没教你，我教不了别人。不是特别该谢你，因为你也算他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我算不算是一个优秀的毕业生？蛋总，你这是无愧于温柔善良美丽可爱通情达理落落大方善解人意我的恩师这个称号啊，我有愧于。我念完了虽然挺过瘾的，但我还是有愧于。七夕节又叫乞巧节，最开始是女孩祈求心灵手巧的节日，没听说过啊。在此祝大家心灵手巧发大财最后顺便祝福蛋总小卖部所有工作人员节日快乐，这样显得我比较有礼貌。恩师我怎么就成了你的老恩师了呢？这一不小心这家伙挺有礼貌归挺有礼貌，我也没说要收你啊。这拜师学艺连个仪式都没有，给我来封信就是拜师了。电子恩师，哎呀，电子恩师啊，行，哎呀也行吧，行吧，看你心情挺好的，还能开这种玩笑，心情好就好啊。很难想象第一次投稿是七夕，本来牡丹至今我无话可说，但突然想起来和前 crush 第一次约会，真的就是一个七夕附近的夏夜。没有很巧啊，还七夕附近的夏夜，整的好像很巧的意思。还突然想起来和 crush 第一次约会，真的就是一个七夕附近的夏夜，没有很巧啊，整的好像很巧似的，没有很巧啊。七夕附近的夏夜有很多，前后有2月呢啊，我还念嘛。你俩约会干啥？我看看啊。那天晚上我们绕着未名湖转啊转。好的，懂了。我笑话他在自己学校里把我带迷路，吃饭的时候他又犯傻，让服务员撤掉了我还没吃的清口贝。突然下起的雨也让我们各淋湿了半边撑了一把伞。姐妹文笔不错啊，姐妹文笔不错。你看啊，突然下起的雨也让我们各淋湿了半边。你看这个文笔要学啊，这个叫留白。就是有打伞，两个人共撑一把伞，但是不明说撑了一把伞，是吧？下起的雨各淋湿了半边。这个语文学的不错啊，这个语文是这个高3水平是有了。反正这些琐碎的记忆是我们1年半的暧昧里大多数的浪漫，也支撑着我在高3的1年对他的学校起心动念。那会儿你是高中生，你高3，他已经未名湖畔，是这意思啊？那你考上了吗？当然普通人是考不上北大的没考上呗。等到我报志愿的时候，他说他喜欢厦门，我就去了厦大，想着或许在一个他喜欢的城市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愚蠢的想法在录取结果出来前就破碎了。我本以为我们的关系会在高考后有实质性的变化，而现实是我表白的那天是他分手后的第2天。我晕头转向的给他当了回小3，甚至考虑到他期间还换过一些小猫小狗头像，我可能数不清次当了很多次小3。那次会面成了我唯一一次美好的回忆。再后来我们又见面了。你当然又见面了，肯定又见面了啊！我哭着诉说我的情绪，再后来他就已读不回了，和我单方面的告别了，也拉开了我发疯的帷幕。我在互联网上认识了他老家的熟人，对他几位前任都有所了解。我开启了从长相到学历到性格的全方位的比拼。好消息是任何一项我都不是最差的所以对他的口味和我的惨败根本得不出一点结论。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已经有3年半，我大学毕业保研成功，好像除了这段感情，我的生活学习都在正常轨道上运转，唯独感情上我无法自拔。哎呀妈呀，后面是一串排比句啊，无法接受什么什么，无法怎么样，无法怎么样，全是就无法，就是无法自拔了。我清醒的时候知道不能强求，但我无法摆脱。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建议，是吧？也不需要蛋总什么建议，但是这个故事每讲一遍，我的情绪波动就小一点这样也挺好。希望痛苦的姐妹们痛苦的时候也分享分享和大家共勉。大家都夸牛翠翠什么什么又夸了夸我的卖的东西他其实也不需要，他就是又讲一遍。
经历太少啊。你搁现在不也就大学毕业保研成功吗？经历太少了啊，经历太少了，经历太少了啊，经历太少了。未名湖想这么办，想这么多年，你去转转鄱阳湖，转转阳澄湖，转个未名湖想这么办，想这么多年，现在也保研了，好吧？趁着假期去阳澄湖转一圈，鄱阳湖转一圈，好吧？搁这个未名湖转一圈，这3年忘不了，湖太小啊，忘不了是因为湖太小。你转转阳澄湖去，转转千岛湖啊，青海湖是吧？好好转转，经历太少，认识的人也太少啊，多去转转。蛋总，我跟我对象在一起3年了，每年七夕都是我们的纪念日。首先祝我们3周年快乐，祝你们3周年快乐。我之前的男朋友从来不会超过3个月，和现在的男朋友却在一起3年了，缘分妙不可言。我们是初中同学，前后桌，一起参加举办很多活动。但是我初中的时候不喜欢好学生，我就喜欢那叛逆的，哎，类似不好好学习的男孩啊，我就喜欢那个，所以我俩就没在一起。再有联系的时候都已经大学了。我们初中的同学找到了一些初中的视频，创了个群，把我们拉进去，我们就在一起了。没有但是，就是这么过了3年。这是我第一个超过3个月的对象，哈哈哈哈哈，就这样。行，知道了，恭喜你。那我还能说啥呀？只能祝福了啊，祝福啊，恭喜恭喜。希望明年七夕啊，以后的七夕你们都在一起，恭喜。但我想采访一下中年男人，七夕都在干嘛？我认识一个中年男，本来以为他30出头，结果是44岁单身。我惊讶为什么？我不了解中年人，所以来这请教请教。35岁的青壮年蛋总肯定比我了解中年男人，少整这些啊！我就是中年男人啊，我不是青壮年啊。这个中年男朋友们的孩子都上小学了，他还单着，他朋友也不明白。本科的时候他谈了一个女同学，你调查的挺细，10几年的女友。几年前到谈婚论嫁的地步的时候分手了。2年前他又经历了他父亲的生病去世。他明明是一个传统观念强想成家的人，这你咋知道的？他为什么不新找个人凑合过日子？凑合过日子，是不是谜底就在谜面上？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不想凑合过日子？他生活无聊，剧组工作不规律，爱喝酒，不出去转悠，只是跟朋友下馆子，手机上打扑克牌，跟朋友聊天也是谈一谈银行、车子、新闻，头像是海天一线风景照，朋友圈没有。有次吃饭，我提到要去内蒙古玩，怕被蚊子咬，他突然大笑，哈哈哈，李诞。看来他平时也是刷蛋总的。我那天回去也拿手机刷起了李诞，我有点好奇他为什么不结婚。长相干净健硕，没有肚腩，没有秃顶，举止温柔，为人靠谱，医生家庭。他怎么了？他不会有什么隐疾，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毛病吧？你想问他为啥不想结婚，就是为啥不想跟你结婚，是吧？问他为啥看不上你？为啥你绕着一圈认识他朋友，把他的底细都扒干净了，知道了人家有10几年，曾经有一段10几年的恋爱没结婚，知道了人家父亲去世，知道了人家的工作生活习惯，你都打探清楚。哎，很好奇为什么这个44岁的中年男人，我这么优秀，我这么绕着圈的打听他，他怎么不喜欢我呢？我费解。他喜欢李诞，我问问李诞怎么个事儿？怎么事儿？还有隐疾？你看凡事挺往好处想，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毛病？你挺能往好处想，你试着往坏处想想行不行？坏处想想就是他不喜欢你行不行？你还挺能往好处想，他不会是有什么隐疾吧？他不会就是不喜欢你吧？
是不是？咱们能不能简单一点想事情，简单直接一点啊？姐们儿，不喜欢你啊，不喜欢你，很明显。而且我听起来他这一个人的日子过得贼爽，他这一个人的日子过得要多爽有多爽。你说他为啥要跟你结婚呢？他形容这个男人的，你看我给你念一遍他形容的，我再给你读一遍我形容的啊。我给你念一下这个姐们的形容。这个姐们形容这个男的是他生活无聊。他是怎么形容他生活无聊呢？他不出去转悠，他跟朋友下馆子，他手机上打扑克牌，他跟朋友聊天聊银行车子新闻，头像是海天一线的风景照，朋友圈也不发。你管这个叫无聊是吧？大家对生活理解不一样，我给你形容一下他的生活。44岁，干净健硕，没肚腩没秃顶，举止温柔，为人靠谱，医生家庭嘛，家境也不错。44岁嘛，估计也不缺钱，挺有钱。然后每天也不需要怎么应酬，喝酒，下馆子呢就是跟朋友下馆子。打牌嘛也不好赌，就手机上玩玩扑克牌得了。有几个朋友可以聊一聊银行，聊聊车，聊聊新闻的。然后最近呢还被一个年轻的女孩喜欢，这个年轻的女孩听到他谈到李诞的时候，还认真的去搜了李诞的内容，现在看到了李诞的小卖部，现在来李诞的小卖部问这个44岁的男人生活这么无聊，为什么不喜欢我？这就是真实发生的情况，好吧，姐妹儿，真实发生的故事是这样的啊，别想了，不喜欢你，他爽的要死啊，他现在爽的要死，他马上就要活活爽死了。你要是不想让他这么爽的，你就离他远点，你去喜欢点那个有回音的，是吧？对吧？你再追求他2天，他真的活活爽死了，你可别追求他了啊！你如果看不得他这么爽的话，你就追求点有回音的，别绕着圈打听人家家事了啊！是不是，朋友们？空气炸锅有回音，对，姐妹儿，你去追求一个像我们的空气炸锅一样有回音的爱情，不要再找这样没有回音的爱情。这位女施主，有时候感情的事一个人强求不来，要学会放下。这么大能放得下执念吗？你看这容量连你的执念都放得下啊！回去把你对爱的执念放给他，180度10分钟也就搞定了啊！跟我们牛胸口是一样的，一个温度就做好了。傻瓜式操作都可以弄，是吧？空气炸执念，你说空气炸锅炸执念非常合适。空气炸锅就很妙，因为它又没有油，空气炸锅。空气就可以炸，那空气炸一个什么东西合适呢？炸执念是吧？执念本身也是不存在的，你不去想哪来的执念嘛？没有的东西。放下你的执念，买一个空气炸锅，吃点炸鸡，吃点牛胸口，怎么样？但和男朋友一起过已经3个月了，我过七夕给了他买了一双800块的鞋，加上其他呢花了大概1000多吧。在我的提醒下，他给我准备的七夕礼物是一条手链，价值300。收到时不太开心，因为礼物价值不对等，感觉他不舍得给我花钱。日常相处中，男朋友花钱呢还算挺正常的，出去吃喝玩嘛不怎么含糊，合理价格范围内都主动买单，我有时候也主动分担吧，消费水平差不多，某些方面我可能更舍得，总体花费大概是3、7分，他多我少。毕竟出去玩属于共同享受，不像礼物一个人享有，情况有点不同。提问：请礼券送礼物价格差导致心理落差，应该如何处理？是否应该向对方明说？礼物没选好啊，你就是属于手欠。你给他买了一双800的鞋呢，就属于礼物没选好。你应该选什么样的礼物呢？应该选什么样的礼物不会出这样的错呢？选一个我们的这个空气炸锅去了，选一个我们的这个电动牙刷啊，选一个我们这个电动牙刷。为什么这个礼物不会出错呢？为什么？因为你提醒他回礼物的时候，他可以给你回一个一模一样的电动牙刷。哎，2个牙刷在一起，摇头。为什么摇头？因为这样的礼物不会出错。你送一个800的鞋，他上哪儿给你挑恰好也是800的手链呢？没法整啊！你送他一个200多的又差点空气炸锅，你送他一个200多的电动牙刷，他还你一个200多的电动牙刷，你就不会闹心了。
你就送电动牙刷就完事儿了。你看，非常好，是吧？就一个键，操作也很简单。感谢这个佛系的什么欧里啊，不用送礼物，买个电动牙刷就好，是吧？你礼物没挑好，你整个800多的鞋，他也不知道，你就买个这个电动牙刷 ，U Smile 这牌子，他的盒一看，他也知道是咋回事了。回手他再给你买一个 U Smile， 这不完事儿了吗？1分钱都不带差的，除非他在我们小卖部抢到券了，是吧？抢到券他可能省点钱。他如果没抢到券的话，1分钱都不带差的，是不是？赶紧让他把鞋退了。你跟他说那个800块钱的鞋有问题，退了吧。你现在把鞋退了，换这个牙刷。你800块钱鞋这俩牙刷都够了，还能再买一个送给你爸妈，是吧？把那鞋退了。他给我出这个问题跟奇葩说的辩题似的。第2道题是男朋友对自己的重视程度是否能用礼物的价值来衡量？能吗？你们觉得啊？正方观点是能，有反方辩友吗？有反方辩友吗？我觉得不能啊。我在反方辩友吧，咱们来辩论一下，为什么你觉得男朋友对自己重视程度能用礼物来衡量？来3个观点，我看看，我反驳一下。好精彩啊！我一时不知道该跟你们哪个人交流了，好多精彩的论点，非常精彩啊！哇，好多很精彩的论点，梦回奇葩说了，好多精彩的论点，一时不知道该回哪个。哎，有一个人说的很好，礼物在于给，不在于价值。我看看，爱是常觉亏欠，哎呀，都有道理啊。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呢？为什么我觉得他问的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呢？其实就是正反都有道理才是问题嘛。如果有标准答案就不叫问题了，叫问题，是吧？他问的问题不是问题，是问题，都是可以辩论的。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像问题一样，情侣间送礼物价格差导致心理落差应该如何处理？是否应该向对方明说？你看，明说也行，不明说也行，对吧？这是问题，不是问题，是吧？你该明说吗？你应该明说啊，具体到你的个案例，你就跟他说，你把那800的鞋我要退了，你这手链你也退了，我给你买了一个电动牙刷啊。你上小红书打开李诞的小卖部，你给我买个蓝色的，我给你买个粉色的，啥意思你自己悟吧。还不懂，你搜李诞牙刷肯定有这个切片，自己看看。我虽然说的比较荒唐，但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建议他还是说一下，因为这个女孩挺闹心的，这女孩有点闹心，说一下吧。说一下你才能知道咋回事，因为我光读这封信呢是这个女孩的一面之词，咱不知道这个男孩是咋想的，我不知道这个男孩是咋想的，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原因。因为他们平时出去玩的时候，总体花费能干到3-7分，就是出去吃喝玩乐，就男孩花的多，他花的少，就这男孩看起来不像是说很抠这么回事。我有时候把人往傻了想，我不把人往坏了想，我推荐你们也这样，就是大家如果闹心的话呢，你把人往傻了想比把人往坏了想强，我推荐把他往傻了想强。什么叫把他往傻了想强呢？就是他不会送礼物，男的很多时候就是不会送礼物，就是傻，就是笨，就是不会挑，有没有可能？就是笨。那他俩的经济水平肯定也不是说特别高那种，是吧？这个就是千把块的东西来回送嘛，就是比较正常的情侣之间嘛。就是这个价位的礼物最难挑，千把块的礼物最难挑，信不信我的？我3000往上送啥不行？我送3000万块钱往上送点啥不行？预算800，你给我挑一个我看看。你看朋友，你看啊，香水是吧？哎，你看，你知道香水对一个男的来说就跟看到噩梦是一样的吗？看不懂。1000瓶香水都卖800，我感觉他们没有任何区别。护肤品，你让男的给你挑护肤品，你敢用吗？他敢给你买，你敢用吗？很难，非常难，非常难。当然有诡计多端的男人能挑出来，所以我是替这个男孩说两句话。我觉得这个男孩呢，我只是读这个字面意思，我觉得这个男孩是傻，不是说抠，他就是笨一点，他笨一点。那肯定有诡计多端的人会挑，是吧？那大
大部分我觉得就是不会挑，这个预算800真的很难挑，但是也其实能挑出来，是吧？你大两瓶酒也能挺好看的，是吧？你800块钱全买花都行。你要问我，我就觉得800块钱全买花就好了，对吧？对不对？你都不用想，800块钱买花能买不少花，能挺好的。大部分人花也太没用了，你看，我觉得送花就不错，然后也有朋友说花也太没用了。你信不信这个男的也经历过这种心理挣扎？他说给我送双鞋，我要不买花了。哎呀，花也太没用了吧！我也送他双鞋啊，这女生鞋我也不会买呀，他能觉得啥鞋好看？我送香水吧，他喜欢啥香味儿？这沉香，这俩这什么香？这有啥区别？这俩香水啊？口红他喜欢啥色号的呀？口红送个链儿吧，这链儿我挑个简简单单的，链儿不会出错吧？最后买个链儿啊，咱也不是说他这样好是吧？年轻嘛，再成熟，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你香水不会送，你还没个朋友吗？说哎，香水大概怎么回事？问一问也能问出来是吧？打听，实在不行去柜台你问都能问出来是吧？但是我只是说他现在处于笨的阶段，这些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能学会。我猜测他是现在不会，你就跟他直说就行，跟他沟通就行。红包省事儿，哎，那我问你啊，这个女生给这个男生送了一双800的鞋，这个男生如果回一个800的红包，你觉得这女的怎么想？你觉得这女生怎么想？回个1314是吧？就说呢，他要是说这预算不是800的话呢，就好解决。你要想整那个可丁可卯的就不好解决啊。是这个，我没有批评这个女生的意思，我特别能理解她。已经发券了，就她呢花了这么多钱，她没有收到一个对等的礼物，她不开心。其实我的意思是啥呢？收到对等的你也会不开心，为什么？意思啊，我给你送800的礼物，你就卡着点送我800的，啥意思？卡在哪儿了？你们反应过来卡在哪儿了吗？是这个女生先送的，在我的提醒下，她给我准备的七夕礼物。在我的提醒下，这个男的准备啥礼物，他都不太会高兴，除非就是贵很多。这个男生如果上来就贼主动，他就先送了一个什么什么手链啥的，是不是就好很多？对吧？其实他问题就问错了，最后这个女生问了我半天，问的都是钱、礼物价值。其实你的心结是主动的事儿啊，姐妹儿。你要跟你这个男朋友交流，你也要跟他交流。你不是说交流，为啥我给你800，你给我300？你别这么交流，你交流说，那个亲爱的，我有点不开心，七夕礼物为什么是我先送你，不是你先送我？其实我真是不是很在意多少钱，平时咱们出去玩，你也不是那抠的人。我希望下次过节的时候你稍微主动点，行不行？谢谢你。就好了嘛，就这么点事儿。还一帮朋友还在那问我说这个钱什么1800什么玩意儿，我跟你们刚讨论的是礼物。这个女生的真的问题是这个男的不主动，然后他误以为是吧，他自己在那儿问我什么情侣间送礼物价格差导致心理落差。你那个心理落差是价格差导致的吗？不是啊，不是。而且以这个姑娘的这种性格，你送她800，你提醒完之后，这个男的真的特别猛，哐给你打个4999，我估计你都不好意思收。我感觉你也不是那种什么，你都不好意思收。你说你是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是吧？你可能是这种心情，你要干什么？你只是觉得不主动，一看就是俩年轻情侣嘛，好好谈恋爱了，交流，让他主动点，就这么点事儿啊。送电动牙刷，200多块钱，这不挺好吗？整那么复杂干啥呀？是吧？一个能讲好久。这个就得讲久一点，因为这其实是个挺敏感的。你看我刚跟你们玩一会儿，说这个辩题，确实那个辩题值得一辩啊，这礼物价值什么什么，这都值得一辩。但大家就有时候我的真实的立场啊，咱们不是说辩题正方反方，我真实的立场它就是个心意的问题。说破大天去呢，还是要有心
有心都好说，没心很难的。没心这题答不对的，800换800干啥呢？以物易物俩人肯定不对啊，没有心怎么都不对，有心就怎么都对了。总结一下，咱们就说正好是七夕，也说送礼物。总结一下我对这个谈恋爱礼物的观点，是吧？不要把互相送礼物变成以物易物，以心换心。送礼物是为啥？送礼物是以心换心，不是以物易物。你要是以物易物，你这个钱永远算不对，多个少个你都不舒服。如果是真爱的话啊，你就图钱当我没说。你如果是真爱的话，多个少个你都不得劲儿。你以心换心的，多个少个你都得劲儿。有的人他就是不会送礼物，不会送礼物也有别的方式表达的啊。出去喝个酒吃饭，那不也得花钱吗？订个地儿去哪儿旅游一圈，不也得花钱吗？那还更费心呢，还得订票，还得查酒店，是吧？还得查行程，对不对？那是不是一份礼物呢？那也是一份礼物呀，对不对？买东西是吧？买东西只是其中一种。你说俩人喝了一瓶酒，聊天聊特别开心，看了一个特别喜欢的电影，心情特别好，两个人分享了一番童年的故事。今天你俩这瓶酒就花个100块钱，你觉得这瓶190，你觉得这瓶100块钱的酒，你下次怎么还他呢？怎么还他？怎么还？还不了呀，对吧？怎么还？蛋你好，好急，好急，这应该来不及了吧？这已经10点40了，该发生啥也发生了。我想知道喜欢上了共有很多的好朋友要怎么办啊？共有很多的好朋友啊，就喜欢上好朋友了呗。本人99年生人，牡丹25年，之前也有过喜欢的男孩，后来就不成功吧，都有点 PTSD 了。我目前喜欢的男生已经认识7年了，但我俩有点熟悉是这2年的事儿。他也是牡丹，我发现真的跟他在一起很舒服。他也是因为每次大家组局，知道局里有他，我去赴约，我都会很开心，坐在他身边就会很开心，跟他偶尔的肢体接触，突破世界距离，我也不反感。但是我俩的共有实在太多了，而且关系很好，我很怕我表白之后如果被拒绝，关系会尴尬，如果不被拒绝，在一起之后又分手。因为有共有，所以更尴尬。之前有发生过圈子里的情侣分手后，一方新谈了恋爱后，两个人再也不同框的事情。本人作为双方的朋友会觉得为难，所以我不想让我的好朋友们受这种苦。行，那你受吧。你不希望你好朋友受这种苦，那这种苦只能你来受了，好吧？你接着吃苦吧。你的好朋友们甜甜蜜蜜看你吃苦，怎么样？你觉得我这个建议怎么样？之前我俩的共有有点过我们的鸳鸯谱，我俩都很沉默，但我心里超级想笑。还有就是我感觉他也有一点点不对劲，我某一天突然发现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就是我俩说话他眼神突然飘忽，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赶紧谈呀，搁这干啥呢？再补充一下，今年7月我俩都出国念书了，在一个国家，不在同一个城市，车程大约10个小时。车程大约10个小时能不能坐飞机？车程大约10个小时，车程大约10个小时就别开车了，行不行？他要念2年，我念1年，念完都会回国的。求蛋总支支招，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怎么做呢？怎么做呢？怎么做呢？赶紧开10个小时的车去找他呀！不行，有点危险，让他开10个小时，不然你就坐个飞机，两个人相遇一下，或者你们俩约一个中间地点，一人开5个小时的车，怎么样？怎么做呢？好朋友谈恋爱的话会不会很尴尬？你现在不谈不尴尬吗？姐妹儿，不是你上来给我吓够呛，说蛋总你好，急吗？你还有1年海外求学，他还要念2年呢，这有什么急的？都不想回答你了，骗我以为多着急呢。你看你都急成这样了，这么不着急的事儿都急了，那肯定是要谈了。你俩现在相处已经尴尬了啊，你俩已经尴尬了，姐妹儿已经尴尬了，你俩，你想想你俩尴尬不尴尬？你这心怀鬼胎的，他看你的眼神也躲躲闪闪的，尴尬了，已经尴尬了。你给我写个信，已经急了。既然已经尴尬了，就不会更尴尬了，赶紧谈吧啊！求求你了，不会更尴尬了啊！怕朋友们尴尬，别想太多啊，别想太多，怕圈子里的这些好朋友痛苦，不一定啊。你1年以后回来就不一定有这些朋友了，别把事情想得那么美好啊。
这个世界变化比你想的快多了。你能跟这个男孩在一起呢，就赶紧在一起。回国以后，那些朋友也未必是你的朋友了啊。这男孩也未必会跟你在一起，别把什么事都想那么好。能表白赶紧表白吧，啊，姐妹儿，这个世界呢非常美好，但也很残酷。美好的东西稍纵即逝，残酷的东西转瞬就来啊！如果你现在面前有一份美好，能抓抓一把啊！别等那个残酷的东西转瞬即来的时候，发现我怎么没有体会过美好？因为你该美好的时候你不美好啊，姐妹儿啊，赶紧吧，车程不就大约10个小时吗？打个飞的的事儿啊，飞过去就好了。挺好，你哪怕是从功利角度讲，你俩在海外谈完了发现不合适，回国假装没有发生过，回国回到朋友圈子里说没见过他，出国没见过，不知道没见过。哎呀，车程10个小时呢，谁见他呀？没见过，不就完事儿了吗？还不趁乱赶紧谈，是不是？对不对？真的。Hello， 蛋，我每天早晨洗漱的时候都会看蛋总的切片。事情是这样的，大约1个月以前，哎呦，卡扣王不用送礼物，随便买点啥，感谢啊。大约1个月以前，通过别人的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相亲对象。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工作特别忙，大约在微信上聊了2-3个星期，我也没有催他来见面。后来我主动约他有时间来见一面。说实话，我印象不是很好，但我想着相亲嘛，回来之后就一直聊着天，但是肯定也没有以前热情。七夕快到了，前2天他给我发微信说周6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他想来找我，但是我觉得七夕跟他见面也不太好，我的内心是2个人还不太熟，这样的日子见面会很尴尬，而且这天他不带礼物我会很失落，他带礼物如果我们2个没成，我是不是还得还给他？所以我说不一定非得要七夕见面。结果离谱的来了，下午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没人问她我七夕为什么不跟相亲对象出去，应该是我妈她妈妈跟媒人说了这件事儿，而且从我拒绝那天开始她也没有来找过我。我可以理解成她七夕约我出去对我重视，但是我就是想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有没有问题，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吗？虽然我目前没有再和她聊下去的愿望了，但我还是觉得很生气。这件事明明2个人就可以解决，为什么还要别人插手？你做能有啥问题？没有问题啊，恭喜你啊！接着相亲嘛，接着相亲，接着认识新的人就好。蛋总你好，我有一个 crush 了很久的男生，5年前他大3，我大3他大4，5年前我大3他大4，那现在也不小了。我们在电梯里遇见，他主动跟我和我的朋友聊天搭话，因为我们当时在说方言，他听出来了，发现是一个地方的人，我刹那间对他一见钟情，后来5年都没能见面。就电梯里一见钟情，5年没有见过面，所有的记忆只有在电梯里说了会儿方言，是吗？啊？中间在微信上找过他2次，一次是有一些问题请教他，他很耐心，非常有礼貌，很热情，我的心再次被击碎。后面找他闲聊，能感觉到他有边界感，虽然也是礼貌，但是并不想跟我聊闲天。共同朋友说他最近在做副业，这几年都没谈女朋友。今天听了你的直播，有被你鼓励到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我就拜托了共同好友，过生日的时候帮忙传局，我终于见到他了。结果他对我完全没有印象，也合理啊，你5年前在电梯里见过人家一面，没印象合理啊，没印象合理啊，合理的。霎时间我有点冷淡了，我感觉自己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很好啊，保持这个感觉。见面之后感觉他的性格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很好啊。结束后他送我回家，只是顺路，车上还有另外的同学。过后他在微信上表示，我在微信上表示感谢，他说不客气，再也没有后续了。我的问题是回家之后我还是不断的梦到他，甚至不断回忆见面时他说的每句话，现在还是觉得放不下。请问蛋总，我该彻底死心还是要再试一试？对于这种异地平时也不见面的男生，怎么开启聊天？之前找他闲聊都被他礼貌性的不回应了，现在有点害怕被同一个 crush 拒绝2次3次了，他已经拒绝你2次了，
再拒绝就是3次了。第一次是你微信闲聊没怎么回应，第二次是说对你完全没有印象，现在再拒绝是3次啊，不是2次。数学有问题，没啥戏啊，姐妹儿，我觉得没啥戏，没什么希望，放弃吧，没什么希望啊，没什么希望，咱又不是没努力过，努力过了，没什么希望，没什么希望，努力过就算了。但有一个精神要向他学习啊，他说他最近在做副业，希望你也找点事儿干啊，你也做点副业，是吧？可能就好了，就不会老想着他，挣点钱啥的。啊，希望这段 crush 给你留下一点好的副作用，就是让你有一个副业。蛋总好，七夕想投稿个幸福的故事，可是答应了我们要幸福哦。一会儿我读感觉不幸福，找你麻烦。他说七夕我想投稿个幸福的故事，发现事情的进展有点事与愿违，第2句话就不幸福。我和这个男的是通过我妈朋友介绍认识的，接触2个月，彼此有好感。这2个月里，他2次问我们是什么关系。第一次问的时候是1个月左右，那时候我确实也不知道，所以犹豫要不要再深入一点。现在想想，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不够了解才要深入。因为这段时间在看你的直播，听到其他姐妹的情感来信和你的解答，开始对情感有一些新思考。他第2次问我是在上周，我反问了他我们是什么关系。这直播没白看啊！行，确实是有了一些新思考。直播没白看，干得漂亮，哈哈哈哈，很高兴，我很开心啊！我没天天白在这读这些，终于还是有人开窍了，哈哈哈，非常好，非常开心。他跟我讲，他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人，把纠结的点告诉给了我，房子的问题，面对我妈的压力啊，我妈比较强势，她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还有她妈妈提过我们俩生肖不合。我问他你信这个吗？很好。第2个问题也非常好，哈哈，我问他你信这个吗？哈哈，非常好。他说他不信。我知道他虽然说不信，但能成为他纠结的点还是很介意的。因为我喜欢他，所以在第2次男嘉宾问我俩是什么关系之后，我打算推进，给他点暗示。我那天跟他说，你上次问我们什么关系，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你，记得带上花。他听完之后沉默了几秒，笑着说，你这话说的，我默认他已经收到提示，昨天就是我们的下次见面。他开车到我家楼下，我上车发现没有花，我说花呢？他愣住了，说他大晚上直接从家里过来，又说他是个纠结的人，还没想好。我当时听到这话，立刻从车里跳了下来。非常好啊！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一下这个姐妹儿。你确实你毕业了啊，你真毕业了，立刻从车里跳了。优秀毕业生啊，这绝对是优秀毕业生，非常好啊！我自己绕着小区走了一圈，并且拿个快递回家，拿个快递回家了。他给我发信息说这就走了，说我有小脾气，我回复他，你慢慢纠结，慢慢想吧。太好太好了，非常好啊！优秀毕业生，非常非常好。大家向他学习一下啊！大家向他学习一下。不好啊！后面有一个不好的转折。回到家我冷静一下，我觉得我这个行为不太好，有点冲动，给他发个消息，他回复我他到家了，问题不大。我打电话给他沟通了这件事儿，我把想要深入这段关系的想法传达给了他。我就问他纠结的点，他表示他上班被领导 PUA， 工作不顺，有点不想讲啊。他说他那天，现在想一想，我大概也能推测出他纠结的点，以及他2次，我就问了他2次问我们是什么关系的原因。他说他想看我的态度，他告诉我给他点时间让他想一想，我表示行，你仔细考虑吧，我们再好好聊聊。第2天他发消息来找我，约我晚上出去，我拒绝了，因为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他，以及觉得他也没想好。求问蛋总接下来怎么办？有后续啊！我的同事又发来后续，我来更新后续了。七夕节早上，就是今天早上啊，太新鲜了这封信。今天早上我约这个男嘉宾晚上看电影，这是一封信吗？是吧？
他表示没在我们的城市，之前准备送他的七夕礼物也就搁置了，但我觉得当初买这个礼物就是送给他，也跟他说了，要么有礼物要给他。我问他你想要吗？他说当然。这会儿不纠结了，想要礼物吗？这会儿不纠结了，这会儿又不纠结了，啥意思？这男的约他看电影，他说没在当前城市。问他想要礼物吗？他表示当然。刚刚这个优秀毕业生姐们读到最后发现又有点犹豫了。本来是优秀毕业生吧，最后他感觉还是对这个男的挺喜欢。我觉得接触看看吧，姐妹儿，我给你的意见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的基本上逻辑你已经非常优秀毕业生了。后面呢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接触着看看，也别太着急。为什么呢？他俩就接触了2个月，他跟这个男孩，他跟这个男的就接触2个月，是吧？几次要确定关系，现在发现这个男的有点磨叽，说自己纠结，你就不能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啊，就容易动作变形。我觉得你已经非常稳当了，你就更不应该着急了，等等看，等一等。他要真那么纠结呢，一直不主动就算了，是吧？这种特别纠结的人，你还就得等他主动点。这个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的恋爱脑已痊愈的短袖做出来了。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短袖呢？是因为答应一个乳腺癌已痊愈的姐们儿，是真的一个姐们儿乳腺癌已痊愈啊，是送她的，就做了一个，这个已经送给她了，她已经收到了。因为她收到了，她说她挺喜欢的，好吧，她挺喜欢的，我们就用这个设计了。乳腺癌已痊愈，她已经，我们是先送给她，她觉得她喜欢我们才开始的啊，就是她认可就行了呗。因为那姐们儿需要一个这种战袍，她有点那个，她老怕别人知道她什么得过乳腺癌啥的，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你都乳腺癌都痊愈了，多厉害啊，就应该穿着这个衣服去相亲约会。战袍啊，战袍这个也有。这个七夕专场的信还是可以，挺有意思。哇，好长啊！今天是七夕，就是今天哦，就是今天哦。今天是七夕，我老公去参加婚礼，我生完孩子还在月子中心，因为知道他有朋友孩子跟我们同一天生，我就说买点礼物带过去。就在昨晚，我发现他前女友也会参加这个婚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问他，我就问了他都有谁去，我知道他很多朋友都会去，他说他不知道，他说有个群和座位表给你看看，我打开了座位表，一看就看见了他前女友也去，他说哎呀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吧，然后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朋友确认，发现是他前女友，他说那他可能就不去了，这表演痕迹是不是有点过了？表演痕迹还好，但是这个理由有点奇怪啊，可能不是同一个人，这有点太奇怪了。我全程没说过一句话，这好奇怪啊！这个说可能不是同一个人，这句话有点没必要啊。咱们善意的理解就是他紧张了嘛。我全程没说过一句话，没说不让他去，我就问他知不知道，他说他真不知道，说进群的时候也没看，就看到他朋友了。我不信，其实我也没那么在意他前女友去不去，哪怕他是之后知道的，我只希望他跟我说一说。我其实一直觉得，在他心里总觉得他对他前女友有一些亏欠，因为当时他们分开的原因是父母不同意。我生气的点是觉得他既然这么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结婚呢？又不是我逼着他结婚的。哎，姐妹，你这儿有个逻辑跳跃啊！哎，算了，我先接着往下念。当时爱我也是死去活来，父母也不同意，但是我俩坚持了。他怎么没觉得对我有亏欠呢？这个又逻辑跳跃了啊！又逻辑跳跃了，姐妹儿，你又逻辑跳跃了，这有点太猛了，这个推动的，这怎么迅速的就往坏处想了呢？就是一坏接着一坏，呈指数型增长啊，都不是加法，也不是乘法，是指数型增长的这种往坏处想的推动啊。我和他在一起没受的委屈全受了，就因为是我愿意吗？是不是有的人一定要扮演大罪人或者对别人有愧疚才能显得自己长情？你看这指数型增长，一开始还是谈这个男朋友老公的事儿，现在已经谈到这个天底下是不是有这一类人了。我真没办法理解，
让我觉得挺恶心的，只是我之前没发现。这是所谓的圣母吗？还是什么别的人格？昨晚我发现他没带证件，我帮他提前放包里了。七夕不是牛郎织女1年会见面的一天吗？我成全他。姐妹，你啥意思？昨晚我发现他没带证件，我帮他放包里了。七夕不是牛郎织女1年见面的一天吗？我成全他。快见见这么久没见的前女友，看一看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对？你是鹊桥啊，姐妹儿，你干啥呢？你是鹊桥啊？哎，昨晚我发现他没带证件，我的妈呀，太猛了！我和他吵完，我一点也不想跟他说话，我很难过。他还说看我这么不高兴，他也没法去了。那你倒是别去呀！我还得哄着让他去吗？其实这已经是我第2遍打这段文字了，第1遍没发出去。哪怕是第2遍讲述，我还是很生气很难过。虽然平时生活中吵吵闹闹，这个事儿对我来说真的好严重，我不理解为什么每次好好往下走的时候就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儿。难道又是上天在考验我们吗？不是，是你在考验他啊，姐妹儿。现在你就是他的上天啊，你已经把他考验麻了，他已经麻了，这男的。希望蛋总从旁观者的角度说一说，调侃调侃，大家乐一乐也能有点价值，不然我自己白生气了啊！别生气了，姐妹儿。刚生完孩子可能有点那啥，虽然咱没生过孩子，但是也听说过一些，可能刚生完孩子有点那啥啊，有点不稳定，这个激素啥的，听说咱确实没生过，听说。你现在对他就是上天啊，不是上天在考验你们啊，你在考验他，他已经懵了啊，你现在马上就要打个批他了，他受不了了，他疯了，他已经，你还给他把证件装包里，别整了啊，姐妹儿，姐妹儿。有事没事来我们小卖部，咱们嘻嘻哈哈的度过这段时间，看着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看着你的老公越来越爱你，甜蜜幸福的家庭越来越是吧？越来越甜蜜，不挺好吗？咱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就好了。等你离开月子中心以后就不用看了，好吧？好吧，这是月子中心的事儿，现在在家就不至于啊。逻辑跳跃的事细讲一下，你看他怎么逻辑跳跃了呢？就人生气的时候，为什么人生气气头话赶话就越来越生气呢？我给你念一下，其实你回忆一下，咱们都回忆一下，吵架的时候就容易这样话赶话。你看啊，他第一步推断，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他给他哥们儿打电话说那是我前女友吗？啊，那我不去了。然后他说这表演痕迹是不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个生气有道理，因为这男的确实有点表演痕迹。咱不推断人的内心是咋想的。这男的呢，我猜他就是有点紧张了。他一想，我媳妇最近刚生完孩子，我可不能惹她。我这一旦说我有前女友，我非死不可，我不能跟他说我有前女友。结果呢，这个姐们上来就说：“你问问是不是你前女友？”完了呀，男的疯了呀，就开始有表演痕迹。我觉得这个时候有点生气，我特别能理解。你看下一步啊，他就说巴嘎巴嘎巴，他就开始心里就想。啊，我也没说不让他去，我就想知道啊，他怎么回事？他就是对他前女友有亏欠呗，啊，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父母不同意没坚持下去，他就有亏欠呗。那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又不是我逼着他结婚的。这就是第一个逻辑跳跃。你无法从这个男的对那个前男友觉得有亏欠推断到你们俩不应该结婚，这不就逻辑跳跃吗？这中间隔着好几步呢啊！这中间至少隔着这么几步，我可以给你细细分析了。这是逻辑题，细细分析。隔着几步呢？这个男的觉得对这个女的有亏欠，他心里还爱这个女的，这就是2件事儿。他心里还爱这个女的，他放不下这个女的，这是2件事儿啊。完了说到后面，他觉得有亏欠，完了他放下了这个女的。他跟我谈恋爱，这又是一件事。他跟我谈恋爱，觉得要跟我结婚，他又是另一件事。这好几件事啊，最后他就变成一件事了。是他觉得他亏欠那个女的，为啥就还要跟我结婚呢？这中间隔着好几步呢，好几件事，这就跳跃了，这就是生气就跳跃了，是吧？后面又说卡丢了，接着这逻辑题啊，你看啊。他就自己推理出来一个觉得亏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他马上就站在自己推论出的错误的结论下推出个新的一个结论，说又不是我逼他结婚，马上又推说哎，那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也克服了种种问题，那为什么他怎么没觉得对我有亏欠呢？
你是推理不出来的。很有可能这个男的也是觉得对你有亏欠的，姐妹儿，你是推理不出来他怎么没觉得对你有亏欠。你说你这句话错哪儿？错，全错，因为你前面的逻辑基础是错的。第一，你没法推理出他对你没有亏欠；第二，你也推理不出来他对那个前女友亏欠。你甚至就更错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对你有亏欠？你俩都结婚了，然后你现在要争这个亏欠，你知道这个逻辑就是话赶话，就一步错步步错，就剩难受了。他为啥两人在一起？他为啥觉得对你有亏欠呢？你觉得他对你有亏欠，你俩这婚姻是好事吗？现在你已经把自己推理到一个悬崖边缘了。现在你觉得他对你有亏欠是个好事了，已经，然后还要继续推理，还要继续推理，说是不是有的人就一定要扮演对别人有愧疚，才能显得自己长情，多吓人！你前面一口咬定你这个老公是对他前女友有亏欠，到这儿你重新推理啊，一步赶一步推理到这儿，说的是不是有人一定要扮演对别人有亏欠才显得自己长情？这会儿你逻辑乱了，前后矛盾了，你觉得他就是扮演的了，完了你生啥气呢？因为没给你演，是吧？我真的没法理解这种心情，对，你没法理解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是你幻想出来的。哎呀，好了，你看这一顿逻辑跳跃，最后跳跃出来的一个结论是啥？最后推理出来一个行动结果是啥？推理出来的行动结果是，昨晚我发现他没带证件，我把他放包里了。七夕不是牛郎织女1年见面吗？1年见面1天吗？我成全他，快去见见这么久没见的前女友，多吓人呢！要不说大家一定要讲逻辑，你就把自己气成这样，最后推理出的结果对自己好吗？你们希望成全他，这不疯了吗？姐妹儿，姐妹儿，可别这么想问题啊！赶紧的啊，好好在我们小卖部嘻嘻哈哈嘎嘎嘎笑2天就完事了，别这么想问题啊，容易把自己想难受了啊！别这么想了，就剩把自己想难受了，别琢磨了。能理解你，特别能理解你。虽然我没有生过孩子，但我能理解你这种生气，我也都能理解。咱也不是说小题大做啥的，咱不是这个，就是你这个逻辑一跳吧，对自己没啥好处。感谢这个送礼物的朋友，劝不住了，谢谢啊。我不是说没有怪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么一顿推理完了，受害者是谁？你自己啊，姐妹儿，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别想那些了。天大的事儿，等出个月子中心再说啊。你们刚刚约完会的，刚刚从七夕约会回来的，你可以把今天的约会体验发到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我们看看。我们读一点这个职场的信调剂一下，再读这个情情爱爱的，我们调剂一下，一直情情爱爱也不行。但我是一个在国外读博的博士生，我们组内比较甄嬛，外国甄嬛四郎怎么说？Mr. Fall， 甄嬛传，哎，这翻译过去，四郎怎么说 ？Mr. Fall。我同事里有一个女生，能力真的是很差，但她很会和她的老板装可怜。她是一个小白兔类型的，她的老板是我老板的下属，于是她的阿尔法男老板。看不懂啊，这个超纲我没看懂，就会让我给他收拾烂摊子擦屁股啊，但是他的老板，也就是我的二老板，是一个很会 PUA 的人，拐弯抹角给我老板吹耳边风，于是我也不敢让他不开心。这个情况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进入这个二老板的猫鼠游戏，感觉心很累，有什么建议吗？咋办？解决不了吧？好难啊！你这单词我都没读懂。阿尔法男老板啥意思？这不是职场题吗？咋读着还是这情情爱爱的感觉？我读不懂啊，啥意思？就是很大男子主义哦，很大男子主义，精英男啊，好嘞。他的老板是个精英男，是吧？他的老板是你的二老板，你的老板是他的大老板。完了，这个小姑娘就是征服了二老板，你的意思是吧？你也不敢惹，然后这个二老板总会让我给他擦屁股、收拾烂摊子。你忙起来呀！
啊，我不太会那个太多招啊，你忙起来，你忙的四脚朝天，你跟你大老板申请，把你的工作，你不是在国外在读博士生吗？把你的什么课题、科研量还是什么东西，你给他安满、排满、安满，然后让你大老板给你排，你主动申请，让你大老板给你排满，这样你就有接口了。他再让你干活，你就说排满了，兄弟，不信你去问他，他给我排的，我也不想干这么多，我也想帮你的忙，帮不上啊！你这真看过《甄嬛传》的，还能让这个外国《甄嬛传》给你难住了？你再看遍《甄嬛传》吧，《甄嬛传》的核心是什么？《甄嬛传》核心是什么？咱也别说核心了，其中有一个《甄嬛传》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说核心啊，其中有个比较重要的是什么？谁说了算？你得找那个说了算的人去说了算，你别自己在那儿斗啊！就是谁说了算让谁说，不还是你大老板说了算吗？让他说。你看那个《甄嬛传》，我没看完啊，但我看的过程中就是发现那些说了不算的人想说点啥的时候都容易出事，让那个说了算的人说就不容易出事。我没看他完啊，我就看了几集，我还没看完，但我的感受是这样，是吧？是吧？别搞自己说个不算还想说个算，自己说个不算非想说个算，就容易死在那个电视剧里了。然后呢，哎，自己说个算，哪怕自己说个算都不说，都找那个说个算的人说，最后呢就变得真的说个算了。我的感受是这样，我没太看完啊，对吗？我总结的还行吧，应该差不多啊，感觉对吧？差不多啊，是吧？不白看啊，《甄嬛传》不能白看啊，不能白看啊。表面啊，很多这个什么勾心斗角那都是表面啊，关键要找到这个谁说了算，但还是太全面了，一般。欢迎大家，感谢各位，怎么回事？1万人，你看这半夜1万人，我这个8、9点的时候是8000多人，这快1点了1万多人，说明了什么？约会回来了啊！约会回来了。我来看看这个新鲜的投稿，我的同事已经整理出来了。七夕节新鲜投稿，我看看你们刚都约的什么会，品品是回来约会了。回来约会内容就是看我直播吗？这会约的好啊！希望以后你们的会都这么约啊！看看新鲜投稿，但我来投一个七夕稿，我说话有点语无伦次，请谅解。啊，这还不是新的，这是我刚没念的，我先找一个新的念一个，再看那个今日新鲜投稿，必须来一个新鲜的。我现在坐标在国外，这是一个把圣诞当七夕过的地方。蛋总一说七夕节段子，唤起了我好笑的回忆，大概是我和男友刚交往没多久的故事。我们第一次圣诞节约会啊，能懂啊？我跟他说想要一束花，见面的时候可以吗？他答应了。哎，这刚好听过，这我刚听过。然后再约了一个很繁华的地方，他应该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和女友过这种很成年人很商业气息的大节，没太有经验。圣诞节约会快乐且紧张，在地铁口出口提前到了好久在等我，然后我到的时候远远的看到他在等我，我的小男友站在闸机外笑得很开心，一身笔挺的大衣，可爱的脸庞，充满爱意的眼睛，捧着鲜花，一切都那么完美。我看到他之后也快乐了，我朝他逼近，我看到他捧着一束鲜花，一束美妙的鲜花，黄的、白的、紫的、菊花，这么扯吗？这哪个国家的人这么扯？我男友父亲是欧洲背景啊，欧洲人太扯了啊！欧洲背景行，能理解吧？反正就是给他送了点。我在圣诞节的街头笑成智障，欧洲人不懂吗？哎，不理解，我不太了解这方面。后来就是笑了他一路，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他又重新给我在正儿八经的花店补买了超级好看的花啊，这不就挺好？后话是因为真的很好笑，所以他也经常当段子自嘲，跟他的朋友讲。后来和他
妹妹有一次说起这件事儿，她妹妹说：“哎，我怎么记得咱爸也干过这事儿呢？下班了给妈买个菊花。”得嘞，很开心啊，这是一个开心的故事，很好笑。行，挺恩爱的，祝福吧。这不送你们礼物了，你已经很幸福了，不能送你礼物了。我和我老婆从大学开始7年了，也在去年结了婚。虽然时常还会怀念上学时的日子，但我们现在结婚之后也很幸福，也很幸运，任何事情都能包容。最简单的一件事是，我是山西人，他是东北人，他愿意适应我的口味做饭，可以加一点醋，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让我在生活中能感受到或大或小的温暖和幸福。投这个稿是最近听到大家对学生时代的恋爱不是很有信心，想告诉大家，学生时代的恋爱也可以走到结婚，对爱情还是要有信心。后面说我是瞒着我老婆投的稿，她天天守着蛋总的直播，如果七夕能读的话，就当是我送她的七夕礼物。你别整这个死处啊，前面还挺温馨，你送人家七夕礼物，拿我当礼物送不行啊，你俩再甜蜜也不能拿我当礼物送啊，这你老婆肯定不能高兴啊，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干呢，哥们儿，哥们儿，别整这出啊！买个牙刷，行，你俩结婚了，买一对吧，一人一个，送他一个七夕礼物，送他一个口气清新的你，送他一个健康的牙齿啊，是吧？买一对这个送给他吧。你怎么能把我读信当礼物送给啊？不行吧？两个人在一起7年，婚姻很幸福，人家做菜都给你加醋了，你不送人家这正经礼物，你拿我当礼物送，能行吗？你看看，兄弟，你看看这些年轻人说校园恋爱果然不行，你看起反效果了啊！赶紧把这个牙刷买一下，让你老婆高兴高兴啊！但我想分享我今天的幸福。就是今天啊，就是刚刚过去的七夕，今天和男朋友出门安排的超级好，全部错峰。你在家看直播也全部能错峰啊，我在家直播我也全部错峰了，没事啊，这个不值得羡慕啊。我看看后面，吃饭1分钟都不用排队啊，你买点锅巴买点脆在家吃也不用排队啊。其实这都是我俩意料之中的，为了错峰我们定好了起床的时间，认真实施，准确拿捏。最幸福的还是晚上吃饱了去了按摩店，我天太舒服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们在各地按摩体验最好的一次，整个过程昏昏欲睡，我甚至觉得我要是在这个城市我每周都能来还出去旅游去了。现在的我拿着2朵按摩店的玫瑰，听车外淅淅沥沥的小雨，和男朋友往酒店走，谁懂啊？这种好平淡好戳人的幸福，不懂啊，不懂，不想念了。这个有点现场直播的，不想念了。我大意了，我觉得会替他们感到幸福呢，就有点太现在进行时了，就有点头晕了，读着，是不是朋友们？来一个今天分手的，我来看看啊。哎，刷到一个，但是咱们这个态度也不好吧？咱们这个态度非要找人家过得不好，也不好吧？不好吧？咱们再念一个幸福的，好吧？咱们再念一个幸福的，再念这个，再念这个需要安慰的姐妹，咱们调整一下心态，咱们不是幸灾乐祸，咱们是一起承担啊，咱们别幸灾乐祸。但我今天刚回家一个人。哎，这不是幸福的吗？哦，提着男友送的花，躺在车上。情人节这天提分手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看到他是提着男友送的花，情人节这天提分手，不是故意啊，我没有取笑你的意思啊，我真以为是个幸福的。自从男友早上送了花之后，下午就开始忙工作，下午6点说来找我，然后就说自己饿了，先吃了。7点了，说很累了，想回家了。我说好，我理解的，既然不过节了，那就晚上一起待一待吧。然而他铺垫了几句。终于说他想自己一个人待着，我说你可以直接告诉我的，
其实我早就心理准备好了，可能又要一个人回家了。我说那你走吧。过了一会儿，他很痛苦的说，一起待着也可以。今天明天我不想说话，我很累。我听完之后我说你走吧，离我远点。其实我们每天的状态就是白天工作，他不想被打扰，晚上他很累，我们各自消遣，没有感情交流。后来才知道是个回避型，这样的状态我实在受不了了。但虽然我喜欢他，但是回避的模式我真不能接受。他不回我消息，不共情，以自我为中心，回避。本来是要打算结婚的，现在想到他以后也是这样冷漠，我无法接受，对方也不愿意改变，两个人都内耗。我现在躺在床上看你的直播，男友发来了巴菲特和芒格对婚姻的看法。这个收尾是巴菲特和芒格对婚姻的看法。真头晕，真头晕！哎呀，我一个好久没见的朋友直接给我发了个微信，我给你投稿个蛋哥，非常适合今天读，刚刚发生。我跟他说你直接发我吧，没必要费手续吧。怎么老有人要给我投稿，都是我的朋友，我们不能念他名字啊，不能念他名字。哦，刚那个巴菲特那个，那就分呗，还想啥呢？巴菲特那个就分呗，分享。刚那个信是晚上，她白天跟她那个男朋友说分手，觉得太冷淡了。巴菲特啥看法？他没发给我。这姑娘就是回家了，跟男朋友分手了，提了分手，然后男朋友发来了巴菲特和芒格对婚姻的看法，但是这个女孩显然没有心情给我分享巴菲特对婚姻的看法。我印象中巴菲特觉得婚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也不太记得具体的了，大家可以搜搜看。但是这个男的这个时候给你发巴菲特和芒格对婚姻的看法呢，非常奇怪，非常奇怪啊，很奇怪，太奇怪了吧？没有想挽回，其实是想教你，只不过他自己教你，他觉得不合适，他想通过芒格和巴菲特教你。他真的认可芒格和巴菲特的看法吗？不一定，他肯定是在芒格和巴菲特对婚姻的看法里截取跟他对婚姻看法稍微共同一点的部分，他想提取这些来教你，让你接受这种他对婚姻的看法，就这么点事儿啊。至于芒格和巴菲特对婚姻的看法具体是啥不重要，他肯定是要通过他的解读来告诉你他对婚姻的看法，就这么点事儿啊。他有点不好意思，你刚跟他说分手，他教你他对婚姻的看法，他有点难堪，他觉得芒格和巴菲特他总不能反驳我吧，就这么点事儿。能理解吗？能理解吧？就这么点事儿。那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很认可，我不相信啊。他肯定是截取其中他觉得提炼出来说，他肯定给你提炼出来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婚姻嘛，啊，男的如果累的话就要让他休息休息，大概就提取一些这种啊，要互相支持什么的，要支持男人的事业之类的吧。我猜啊。你可以感受一下，姐妹儿，你可以感受一下他是不是想跟你说这些，好吧？好吧，能理解吗？就跟你爸你妈突然给你分享了一个文章，那文章重要吗？突然给你分享了一个文章，说什么好年轻人的10个优点什么的，是吧？好男孩要做到的5件事，好女孩要做到的6件事，你觉得那是那个微信链接给的观点吗？那不是你爸你妈想教你的吗？能理解吧？一样的啊，她男朋友给她分享芒格巴菲特跟你爸你妈给你分享什么公众号那些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不是说这个觉得那里头咋回事，是他想教你，他不好意思直接教，他分享一下，是吧？能理解啊，能理解啊，能理解就好。看一下我这个朋友的信，这个名字必须给他隐藏了，这可能你们认识。就在刚刚美好的七夕的晚上，无语，分手了1年的前任的妈妈又来找我聊天了，可能是短暂的恋爱时间，我对他妈妈太好了，导致他妈妈比他更爱我。
分手这1年来还老动不动发消息给我，出于对长辈的尊重，我也不能删他，但也基本不回。我想阿姨心里应该有点数，结果没有。上个月先是莫名其妙的问我忙吗，我到第2天才回，说还好。他说哦，那谁要结婚了，就是他前任。我脑门3个问号，我心想关我啥事儿？是希望我去主持这场婚礼吗？我没回。好了，今天美好的七夕之夜他又来了，他问我上海的9月热吗？我和他爸爸9月想来上海玩，我裂开了。出于最后的礼貌，我隔了2个小时，我说9月还好。他又问那具体多少度？从那哪儿到上海要怎么走？我仿佛是他的 AI。我还没回，我先来投稿了。我一直觉得删长辈微信不是很好，怕伤老年人的心。不过这位姐，我删了应该没事吧？蛋哥，救救我！别删啊，不能删啊，不能删啊，姐妹儿，你在看我直播吧？姐妹儿，我就不拿微信给你回了啊，你不能删啊。你给他分享一篇文章，你现在就去写，你让 AI 帮你生成一篇文章，叫巴菲特对前男友的看法啊，然后你再让 AI 生成一篇那个叫芒格对前任父母的看法啊，你给他分享2篇公众号文章好吧，再给他分享点歌，什么不打扰是我最后的温柔，那谁的歌？不知道，不想要，不能，是我的心。什么？哎，这不对，不是这首歌，那是什么玩意儿？不噔噔噔噔噔噔，哎，贼好听，那啥歌来着？哎呀，我这个脑子，啥歌来着？哎呦，算了，我想不起来啊。啊，温柔是吗？是有这歌吧？是不是有一个不打扰？是吧？里头是不是有个说不打扰什么的？对吧？分享点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分享首歌还不行，再分享篇文章，说5月天对温柔的看法。你给他分享一篇文章，叫5月天对温柔的看法。点开以后，里头就一句不打扰。阿姨，我希望你温柔。分享一个说5月天对温柔的看法，说不打扰3个大字。太好笑了，开玩笑，该删就删吧，可以删，开玩笑。正好刚刚有人说分享巴菲特、芒格对婚姻的看法，我就说也可以这样。你实在嫌删了闹心呢，你可以不删，但是呢，你给他屏蔽了，不回就完事儿了，屏蔽了不回就行了。没啥好回的，这有啥好回的？多尴尬呀！他儿子都要结婚了，这干啥呢？疯了！别回了，没法回。你可别到时候屁颠人9月份来上海，你又去接站去了，不行啊！这人不能见了，别回就完事儿了，很好。哎呀，这个给自己的好朋友回信的感觉，这直接就能收到微信。对，不接就行了，别理他就行了，也不用非得删，也不用非得回，就不理，一直不理。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不知道，不想要，不是什么，我每次都记不住歌词，那真挺好听。不知道，不明了，得亏唱的不准，我这唱的好，是不是还得给人钱啊？我每次唱歌都唱的半拉科技的，也一直不需要付版权费。天天李宗盛，这都很贵啊！天天李宗盛500，周杰伦不用付，因为唱的不准，是吧？不是我唱的不准，不是你们的歌，是吧？接着读吧，不读我这个朋友的，读点这个投稿的。但我刚刚听了31岁退婚姐妹的故事，也分享一下我类似的故事。七夕退婚，未婚夫是留子时期认识的，一起走过了7年的时光，但后面的3年时间里，我陆续劈腿了其他 ABCDE 男性。劈腿的理由是觉得2个人之间没有吸引力了，但是为了义气，为了对方结婚的目标，我强撑着。个人也好奇，是不是
你这哪儿类似了？跟刚那个哪儿类似了？为了对方结婚的目标强撑着，个人也好奇是不是本着人生合伙人互惠合作的概念，两个人这种关系也可以走下去。劈腿的过程里，我确实收获很多。乐趣、新鲜感、好奇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也发现了更广阔的世界，所以终于在最后提出了分手。七夕这一天如释重负了。此次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原来女的跟男的一样，都会喜新厌旧，对曾经眼睛里喜欢的不行的人也会变得毫无兴趣，会始乱终弃。而结婚也并不是常规爱情的终点，拥有自己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个七夕确实过得很稳。你跟刚那个31岁退婚姐妹哪里有共同点啊？哪里有共同点？共同点在哪儿啊，姐妹儿？你是怎么理解共同点？好离谱啊！好离谱啊！你好离谱啊！啊，唯一的共同点是不是就是在七夕这一天选择退婚啊？哪有共同点啊？最后的感悟是拥有自己比其他事情更重要。你这个感悟倒是不错，哎，我能说啥呢？算你未婚夫倒霉吧。没想到跟你在一起7年，换来一个感悟也行吧。你要是不感悟，可能还得再来7年，是吧？行，及时止损也行吧。7年了，分了总比没分强。哎，算他倒霉吧。挺好，行。感悟了以后就别想着结婚的事了，就好好的去看外面的世界吧啊。悟了挺好，悟了就别老想着结婚的事了。嗨。这事儿巴菲特怎么看？巴菲特不敢看啊！巴菲特换股票都没有这个姐们儿出轨频繁啊！巴菲特是不怎么换股票的。这姐们儿在最后跟那个他未婚夫最后在3年的时间里劈腿了 ABCDE 点男性，就至少5个呗，点男性。巴菲特很少这么频繁的换股票的，巴菲特没法看。巴菲特会说你这个投资不能频繁交易啊。头晕，真的头晕。行，哎，分了就挺好，分了就别老想着结婚的事了，姐妹儿，恭喜啊，也恭喜你那个倒霉的未婚夫，反正分了就挺好，分了吧，赶紧的。我也相信你说的，拥有自己比其他事情更重要。如果能早点分更好。哎，但是呢，这玩意儿是吧，及时止损就不错了，分了就挺好。但先祝你七夕快乐。我分享一下今天七夕的约会，哇，这个现场直播的是猛啊！我泪眼婆娑的回来了，哇！前情提要 ，Susie， 哎，这是我的朋友 Susie 吗？看一看，这啥笔记也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前情提要，我男朋友之前一直住我家，我们就每天都见到，但是最近我家来朋友来亲戚，他就要回自己的出租屋。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提起今晚想住他家，和他多待一会儿。他先是说觉得他合租的房子人太多，环境不好，怕我不方便，合理啊。然后说自己呢晚上想看看游戏直播。我能感受到他不想让我去之后，我就也非常不想去他家了，感觉自己有点太依赖他，一片痴心，很可笑。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比如我见面后想回家打电话。他会觉得没必要啊，就是见个面回到家还想打电话，他觉得没必要。我想让他早点回家，他更想和同事打球等等，我真的觉得很伤心。但是理智下来想，是我太过于依赖他了吧？我暗暗下决心，以后再也不会给他打电话或者去他家了。戒掉依赖是我自己的课程，但是我内心还是非常别扭。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专注自己想做的事，但越这样越拧巴。道理我都懂，但真的做不到。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打心底里成为理性且独立的人呢？以及我男朋友这样是不是没有我爱他那么爱我呢？泪眼婆娑啊，泪眼婆娑啊！你俩不同频啊，也可以这么说吧。对，没有你爱他那么爱你，你俩也不同频。
不光是没有你爱他那么爱你，他也没有按照你希望他爱你的方式爱你，就是量不多，形式也不对。你希望的那种爱的形式呢，他也给不了。你这种爱的形式呢，他也未必受得了。算了吧，七夕是个分手的好日子，分了吧。算了吧。啊，你想想七夕是啥节？朋友们，七夕不是牛郎织女1年见一次吗？这吉利吗？你俩如果七夕这天分手了以后谈的恋爱是不是365天能见364天？这不是你所期待的吗？你不就是想天天跟对象在一起吗？七夕这天你赶紧分手吧，吉利一点。分了吧，别想了，别琢磨了。我今天播完应该要有个一段时间不播了，后面有点事儿，所以今天多播一会儿。后面有点事儿，要出差啥的，停个5、6天差不多，还好是吧？还好，5、6天还好吧？还好吧。其实我以前动不动也是5、6天不播，我只是不跟你们说而已。我比较诡计多端，我不说你就感觉不到。出差，前两天不是拍了个那个广告嘛，得去给人家出现一下啥。哎，对啊，我拍广告那个客户不打算赞助我一个不发热的电脑吗？我这个直播经常因为手机发热卡出去。不赞助一个吗？是吧？啊，分了吧，刚这个姐们儿分了吧，别想了。但前男友比我大20岁，是我勇敢追求的，非常快的拿下，体验非常好。我本身就是为爱非常勇敢的人，大哥人是非常好，我在这段关系里似乎也越来越好。后面就是夸大哥的，大哥有点大佬气质，温文尔雅，又有点受伤的委屈状态。大哥经历了离婚，比较受伤，甚至有点木气，所以我希望成为他的一道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他就像是一道疤，相濡相遇像飞沙，像空气一样难抓。哎，这个也没有一道光，为啥要唱这个？也不知道。在一起后就描绘之后的生活，彼此也在细节中影响对方的生活方式。庆幸有他，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想要正大光明的在他身边，有名分，有资格，能骄傲的拉着我爱的人的手。我是一见钟情，但不是一时冲动。后面还有这么长，信太长了，我感觉不妙，这封信不是很好驾驭。喝点薏米水，冷静一下。我听到名分这两个字的时候，头有点晕。他是一道光，现在晃得我眼前一片黑。名分，我冷静一下。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名分，这一道光照得我眼前一黑呀、哇，一道光，这道光把我照亮了，把1点半的我给照亮了。咱们接着读这个，读这个有名分的这个吧。我是一见钟情，但不是一时冲动。他似乎不太相信。我几次出差似乎给了他脱离出来思考的机会，他跟我提了分开。他的意思是我们之间呢年龄差距太大了，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会有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就要刹车了。他是当时说的是退回做朋友，冷静。我也以为是我飞速进展太快了，因为我觉得相见恨晚，毕竟我们没有年轻时候就相遇。但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是蓄谋已久的离开。哎，那次是你的离开，那歌词好像有这个什么蓄谋已久。那次是你蓄谋已久的离开。分开后我找过他3次，仅限于节日祝福。最后一次我发现他把我微信删了。之前的恋爱呢，要不就是我提分手，要不就是相看两厌了。这是我第一次被分手，这就好比80岁第一场水痘啊！我年轻时候没什么，我这个年纪要命了呀。但他为什么不相信我可以陪他一直走下去？因为他自己也走不了多久了啊，比你大20岁啊。我该怎么让他相信我会一直爱他，并且不会让他再受伤害？你还搁这不想让他受伤害呢？谁删的谁微信？人家删的你微信，你还想不让他再受伤害呢？看把你能的，姐妹儿，咋不能死你呢？真有本事，
咔给你微信删了，说我怎么样才能让他不再受伤害？你别找他，他就不再受伤害了。人的微信给你删了，你还琢磨啥呢？我是不是得快成长出10年的阅历才能到他身边啊？来不及了，你成长出10年阅历，他又长20年啊！我甚至在设想，在多年后出现在他面前说锵锵哈，还有音效。你看我当年说的我都做到了，我一直爱你。哇！天哪！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再见到他？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我给你念完吧。都是成年人，为什么不能相见一笑泯恩仇啊？但我就是喜欢大叔，我谈过的男友都比我大，现在我不再年轻了，我已经把定位定在离婚男士身上了。大哥真的是我心里最爱和最好的答案，我该怎么办？但我是一个为爱勇往直前的人，并且我只有上头了才能爱下去，这样的特点需要改吗？这样的特点不需要改，这样的爱好能不能改改呢？如果你说你已经不再年轻了，我不知道你说你不再年轻了是多不年轻。如果你真的是不再年轻了，我就假定你已经挺成熟的了。咱同龄找不着成熟的男的吗？咱们能找个同龄的成熟男的吗？非得是年纪大才叫成熟吗？姐们儿，你要干什么？姐们儿，看到我胸口的字了吗？这个下面刷屏的这些弹幕说话太难听了，姐们儿别看啊，别看啊，姐们儿，看看你容易头晕，别看了。说话太难听了啊！我觉得你可能是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你就是喜欢成熟的男性，但你错误的认识呢，就觉得大叔才是成熟的男性。完了，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认识是对的，但如果你说你自己都不再年轻，你可能已经成熟了呢，那你就应该能找到跟你一样成熟的同龄的成熟的男性。但是你这么一说呢，又让我觉得你其实并不成熟，你可能只是不再年轻了，但你有点还是不够成熟。你能不能先成熟起来？从不要再喜欢大叔开始，可能是你成熟的开始。你可能还是觉得自己喜欢大叔才有一种潇洒，才有一种为爱不顾一切，才有一种年轻的感觉，才有一种献身的那种青春的潇洒的勇敢的冒险的感觉。你可能是觉得这样，是吗？你是不是觉得喜欢大叔才能让自己感受到年轻呢？会不会是这样？我不知道，有可能。如果你真的成熟呢，就不要了觉得，我觉得一个人把自己限定为我就是喜欢大叔就不够成熟。你怎么知道呢？你成熟以后你怎么能会说我就是喜欢大叔呢？你怎么知道呢？蛋总，我想分享一下我和我男朋友的故事。我男朋友是老外，他脑子里没有七夕这个概念，我也就没有告诉他这个节日，而且他现在也不在我身边。我俩在一起1年半了，从去年7月到现在都是异地，中间吵架无数，每次都能当天和好，极少数第2天才和好。现在感情逐渐稳定，他过2天要回来了，我们俩都很开心。想起刚刚认识的时候，我还处于抑郁的状态，每天都有流不完的泪，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俩第一次约会在江边散步聊天，散着我就哭了，他就默默地坐我旁边给我递纸巾，夸我，给我讲笑话，直到我笑出来。后来我俩经常在他租的房子的阳台上聊天，互相给对方讲故事。他讲故事的能力很强，自己也在写小说。每次读他写的东西，我都能感觉到这个人与我心灵相通。我俩对事物的感受很相似，还都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读书，一起哭，哈哈哈。他做菜也很好吃，他给我做了很多自己家乡的美食，讲了好多笑话。这一年他虽然不在我身边，但在他的支持鼓励下，我也开始学着工作和学习之外好好去玩，通过自己感兴趣的事探索自己，探索世界。真的好感谢我的男朋友，让我重新思考该怎么去过自主的生活。马上就要相见了，我好幸福呀，羡慕，好幸福呀。好吧，恭喜啊，恭喜，特别好。没想到我的七夕竟然是你的直播在陪伴啊！这都是刚刚投的稿，我们刚刚就在直播过程中收的稿，都是今天的。我来给你分享一下我的第一个七夕吧，那是我的初恋。我的初恋比我大7岁，我上大学那会儿谈的。他是高校教师，我是大学生，这能行吗？大家都放暑假了哦，不是一个学校的啊。我们没事就在一块玩，后来顺理成章在一起了。后来又赶上七夕，我们那天呢开车去了隔壁城市吃饭，是不是之前读到过一个？他自己在后面笑，哈哈哈。老上高速或许就是因为江浙沪去哪儿都很近吧，吃逛逛的，到处都是七夕的节日氛围。我俩又热恋，我又年纪小，觉得好开心。其实跟别人的比起来，或许很无聊，很没有新意，但是那是我第一次过情人节，第一次收到花，第一次收到礼物。
他送了我一双大牌的高跟鞋，送了我一个美妆的套盒，我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甜蜜呀。后来我们回家的时候，我家附近有个村拆迁了，开车路过的时候，有一片池塘的荷花开了，开得好漂亮。在那片在一片荷塘，皎洁月光。那年初七的月亮虽然不圆，却异常的皎洁。你看，唱没唱对？唱没唱对？皎洁月光，对不对？异常的皎洁，月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我们下车走在池塘边，路不太好走，我划了一下，他赶紧搂了我。我下意识的低头看了看路，再抬头的时候，他就这么盯着我。那会儿刚刚好上，又是我的初恋，哎呀，我的心跳都停了，好浪漫呢。我那个氛围真的很情不自禁的，两个人莫名其妙的在接吻，这不莫名其妙啊，这个时候不接吻就莫名其妙了。后来不知不觉过了0点，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啊，生日快乐！那现在就是你的生日啊，生日快乐，姐妹儿！每年我的生日都是七夕后一天。是的，蛋总，请祝我生日快乐啊！已经祝过了啊，真过分了，已经祝过了。他送我回家的时候，从后备箱又掏出了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哇，太全面了。那一天我真的是盆满钵满。说实话，那天的荷塘夜色真的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白月光。后来我长大了，越来越觉得很难像以前一样那么喜欢一个人了，好伤感。这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一天分享给大家，再次祝我生日快乐，谢谢你们。哎，会遇到的啊，会遇到的啊，会遇到的啊，姐妹儿。越来越难像以前那么喜欢一个人了。你那会儿年轻，你那会儿小，你那会儿小，你那会儿不光没谈过恋爱，你是不是荷塘夜色也没见过呀？姐妹儿，你那会儿年纪轻，你第一没谈过恋爱，第二你连荷塘夜色都没见过，第三你也没收过有人连续送你礼物，都别说是七夕礼物加生日礼物，你也没体验过。你现在呢，随着眼界的开阔，经历的累积，年纪的长大，见过世面了，眼界开了，这是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儿。现在你觉得你很难像以前那么喜欢一个人了？不是，是我们每个人长大以后呢，很难，眼界开了是很难回去的。你这些东西见过了，你很难被这些见过的东西再打动了。Which is very good。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好事儿啊，别老遗憾啊！大家别一长大了，我知道很多朋友长大了以后说，哎呀，我怎么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看什么都新鲜，那么勇敢？哎呀，爱一个人爱的那么深，我为什么不再像以前？这不是好事吗？那什么叫成长呢？什么叫成长？这不是好事吗？对吧？长大了以后有长大了的好事等着你啊！长大了就知道了。别老觉得年轻那些就多好，年轻的好主要来自于第一，荷尔蒙分泌旺盛，就是你的欲望是如此旺盛，你的所得是如此匮乏，这就是年轻的美好的全部来源。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匮乏，但是你的欲望旺盛，你欲望最旺盛的时候碰到了你最匮乏的年纪，这就是青春的美好。有啥美好的呀？说白了就是吃不饱，有啥美好的？还是长大了比较好啊，长大了比较好，长大了多经历经历，多见一见，多体验体验。当然长大了也有长大了的悲哀，是吧？老了也有老了的悲哀，都有，各有各的悲哀吧，也带有各有各的好处，是吧？长大的悲哀是啥呢？你不也能听到吗？我们这些来信的一些姐妹，有些朋友见过了，经历过了，觉得自己心死了，动不了了。哎，怎么不知道怎么喜欢人了呢？挑剔是吧？变得挑剔，各种各样的都有问题啊，各有各的问题，挺好的。关关难过关关过，感谢大家。但最近家里安排了一次相亲，从加微信到第一次见面，他在微信上几乎从不和我聊天，目前也就见了1次面。见面时我感觉说话聊天都还不错，但他依旧不跟我聊天，微信上。唯一见了面后主动跟我说话，是感谢见面当天我给他带的小卖部的零食，你看看有没有用？哎，反正他就是微信上回我消息很慢。今天七夕，这是刚来的信啊。今天七夕，
昨晚我约他今天要不要一起出去玩，他说上周和朋友约好今天去爬山，还说有机会再出去玩吧。我想这就是婉拒我了吧。有个问题，是不是对于男生来说只见一次面就能判断有没有感觉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想争取一下这段关系的，又不知道如何下手。面对这一个不积极的31岁男人，我该怎么办？算了啊！你都已经送给他我们小卖部的零食了，这七夕约好朋友出去爬山不理你，算了啊！这不就最近家里安排一次相亲吗？这不故事刚开始吗？家里再安排几次相亲，男的不多的是吗？再安排啊！再相亲，好吧？别琢磨这个。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哇，为什么还有9000多人？头好晕啊！何德何能啊？我何德何能啊？真不过节吗？你们假装过节也行啊！这趴被窝看我直播，让朋友们知道可咋办呢？你们啊？这传出去以后可咋办呢？你们故事是这样的，我们是在七夕1个月谈的。那时候纯热恋期，然后我喜欢的心情完全表达不够，好在我有点音乐功底，我给他写了首歌，充分表达了一下我最开始是怎么样悄悄暗恋他，在一起后有多开心，对未来有什么期许。我天哪，你这歌写的这么完整吗？想听啊！然后我还找了做音乐的朋友帮我把母带处理了，并且在0点的时候发了。我还找个做现场的朋友，在一个酒吧的七夕那天唱给他听了。我在台上看着台下的他唱的，是不是很浪漫？太浪漫了，太猛，他超级喜欢，他必须的啊！而且我后来偷偷看到是他2023年年度歌单的歌哦！哇，你这歌还发网易云了，姐们儿，这年度歌单都给你囊括进去了。但是，我要说但是了，七夕那天他来看我演出，都没给我准备花，也没准备礼物啊！我当时可失落了。他后面解释说，他不知道要过节要送礼物，我喜欢什么可以跟他说，他直接给我买，怎么办呢？直接说就是很别扭啊。可是逻辑上他也给了回应，好吧，这个事情就这样吧。我后来一直也没按他说的说什么，我也没有要什么。当然他也改变了，后面过节也会送礼物了，但是礼物就是很直男，真的是那种小红书上发的那种把女朋友气哭的那种。我也经常刷那种，实不相瞒，我小时候也送过那种。对不起啊，我们有时候是这种比较愚蠢，慢慢会成长的，而且还都挺贵，反正就是不中看也不中用。怎么办呢？怎么能收到自己喜欢的礼物呀？这个要求过分吗？主要是一直我也不喜欢，他还一直买，这也真挺浪费钱的，这得直说。姐妹儿，特别简单啊，姐妹儿特别简单。你相信我，你就直接告诉他你喜欢啥，这是男人最想听的。直男最想听的是啥？清晰明确的 brief， 命令，要求，就这种东西。听到了以后就是太好了，终于不用想了，真的很开心的。你就清晰明确的告诉他，你就说我喜欢啥，别买那些了啊！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的支持，何德何能？非常开心跟大家度过一个什么？度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周六啊！非常开心跟大家度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周六啊！以后还会跟大家度过很多一样的周六的。今天就这样吧，我的腰跟我说，再播他就离开我，我的腰太痛了。还有8000多人，我再读封信吧。我的妈呀，8000多人！但我在德国留学期间认识了他在国内工作，我们在同一个论坛写诗。某天我发帖，有没有人能分享月亮？他留下个联系方式，我们迅速的恋爱，3天好像说完了一辈子的话。诗人，这是诗人。后来回国我们就同居了，他说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结婚。我不太懂结婚。今年是我们认识的第4年，
某天他说可以睡前给我读小说。小的时候我爸妈在我睡前给我讲故事，我突然有家的感觉。我们在纪念日，就是互相分享月亮的那一天，登记结婚了。我们都很喜欢你，从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喜欢你。我想和蛋分享这个故事，想得到你的祝福。哇，肯定祝福你啊！这作为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也太美好了，你文笔看得出来是写实的。我们都很喜欢你，从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喜欢你。哇，太感人了，太感动了。哇，这读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恭喜啊，祝福你们啊！哇，哈哈哈，好开心啊！哈哈，恭喜你们，肯定祝福你们啊！太好了，非常美好。祝福，太好了吧？太感动了，你们可能还没我这么感动是吧？哇，太感动了！找一找，我想搜一首，看看有没有跟月亮有关的诗啊！我再搜一搜。我想搜一首这个，你不是分享月亮吗？搜一首乌青的，还没有，哥们还没写。看看有没有一首合适的，没搜到。哎，好奇怪啊，没注意到乌青还这么不愿意写月亮，非常幸福，非常幸福。但我一时真的，哇，我不会哦。我现在直接能想起来的只有博尔赫斯那个太著名了，都听过吧？跟月亮有关的那个，给你们找一下。哪去了？你们是不是都能找到？哎，我这个书太乱了，我找不到了。叫啥来着，朋友们，对吧？我大概能背几句，我背不明白，我还是直接念吧，我找找吧。什么荒郊的月亮是吧？哇，博尔赫斯好爱学月亮，面前的月亮。哎，考验我的 AI 的时候到了，找不到。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对，就是这个，这个太著名了，这个应该你稍微看过博尔赫斯应该都知道这个，可能没看过博尔赫斯也看过这个，写太好了。送给这个刚刚的朋友，刚刚这个朋友感动我啊，他们的故事就是两个人在一个写诗的论坛上彼此认识了，然后他们呢在一起了以后呢，一开始说要结婚，然后那女生说我不太懂婚姻。现在不是我没法这么给你讲，他那个语言还是挺诗意的，我给你再读一遍吧，他那个语言很诗意。后来我回国，我们同居。他说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结婚。我不太懂结婚。今年是我们认识的第4年。某天他说可以睡前给我读小说。小的时候，我爸妈在我睡前会给我读故事，我突然有家的感觉。我们在纪念日，就是互相分享月亮的那一天，登记结婚了。我们都很喜欢你，从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喜欢你。我想和蛋分享这个故事，想得到你的祝福。文笔非常好，一看就是诗人。非常好，非常感人。哎，对，我给你一个久久的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这个是吧？就是这个，找不到了，你们是自己搜搜吧。博尔赫斯荒郊什么玩意儿的？我望着孤月的背影什么玩意儿？哎呀，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落日，破败荒郊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的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这写的太好了，这是最著名的几句啊。其实这首诗很长，大家可以搜一下。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你就搜这句就行了。博尔赫斯，王永年译本。好吧，今天就这样吧，太晚了。拜拜，朋友们，晚安。下个周六见。哎呀，也不一定啊，是吧？不敢轻易的承诺，反正下次见，下次总会见的。祝你们周末愉快，每天开心，感谢大家，下次再见，好好睡觉，做个好梦啊！睡前读读博尔赫斯，一般都会做好梦的。拜拜啊，晚安。太好了吧，太感动了，你们可能还没我这么感动是吧？哇，太感动了！我想搜一首，看看有没有跟月亮有关的诗啊，我再搜一搜。我想搜一首搜一首乌青的，还没有，哥们还没写，没搜到。哎，好奇怪啊！哪去了？你们是不是都能找到？叫啥来着，朋友们？